哎，果然还是回不去了啊！花呗、借呗还有房贷，终于不用还了。官人，喝点粥吧。我这个时候只想吃一碗兰州牛肉面，宿醉醒来，一碗香喷喷的牛肉面下肚，胃里那个舒服啊！兰州牛肉面，官人，你恐怕真的是中邪了，整日胡言乱语，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。官人，我问过王夫人了，她让我去南山寺给你求一张辟邪符回来放在家里，就能够让你恢复正常。这是猪食吗？小时候他在农村帮着家里喂猪，这米粥简直和那猪食的味道一模一样，至少闻起来是一样的。官人，对不起，都是奴家不好，你要怪就怪我吧。哎，又来了，这里男尊女卑观念很强啊，和你没关系，来帮我再盛一碗。哎，猪食就猪食吧，先吃饱再说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官人，没有了。就连猪稀粥都没有了吗？前几日不是还有一些米吗？官人，之前的确还有一些食物，但都被你拿去换酒喝了。你吃了没有？哎，这傻丫头，每天饿着肚子也要保证我吃饱饭，认真读书，考取功名。官人，不要紧的，锅里还有点粥，我吃一点就饱了，你不用担心我的。一小口破破烂烂的锅汁在地上，里面还有半锅水，虾仁看得很清楚，真的是半锅水。你就吃这个，这也叫粥？官人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别的虾仁穿越以后，不是王爷皇帝，就是太子重臣，再不济也是地主老财。为什么？我上一世是个穷人，这辈子非但没有翻身，反而快要饿死了，老天爷不公啊！官人，你在家里读书吧，我去干活了。等一下，我和你一起去。官人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和你一起去打工，去干活。总不能让你养着我吧？看书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如果是学习的那块料，还至于去新东方学厨师吗？官人，你是读书人，怎么能去干活呢？你应该读书的，将来等你考上功名，我们不但不愁吃穿，还能受人尊敬，光宗耀祖。果然，公务员这份职业充满了魔力，从古至今都有无数人为之向往奋斗，不论在哪都一样。读书是不可能读书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去读书的，写文章又不会，只能是先打工维持生活这样子了。官人，打工是什么？就是和你一起去干活的意思。没有饭吃了，今天干完活能领到米吗？他们没有地，以前那书呆子虾仁也从来都没有关心过吃喝，全部都是由沈雨禾来操持，真正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王夫人还是很好说话的，可以先从她家里借点米回来吃。官人，你还是回家吧，我自己去就行了，女工你是做不了的。借？哎，这日子似乎比我想的还要难啊！哼，这不是我们的虾大秀才吗？听说你前几日梦见自己考上功名，结果醒来发现是一场梦，气得得了失心疯。今天你好点了吗？翻白眼儿！狗爷，你别这样说，我家官人以后肯定能考取功名的。哼，小娘子，你这官人都考了多少次了？他考上了吗？到现在还是一事无成。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就指望着你养活他呢？也就你傻乎乎的相信他能考上功名。见吧，这天气也热了，你手脚麻利点，抓紧时间把单衣缝制出来，要不然下人们就没衣服穿了。狗爷，能不能给我家官人也找个差事做做？你说什么？就他会做什么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夫人好。没想到这个世界的美女都这么漂亮。夫人好，小女子给您行礼了。原来是雨禾呀，我刚才听见你们在这里嚷嚷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夫人，这是我家官人，他也想在贵府上找些活计做做，我正在和王管家商量呢。他就是你家官人？王夫人你好。放肆，嬉皮笑脸，成何体统？还有，你见了夫人为什么不行礼？夏公子是读书人，哪有读书人向妇道人家行礼的规矩？雨禾，
你家官人不读书考取功名，来我这干那些粗活，这不是读书人该做的事情啊！王夫人，我之前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，导致家中贫寒，妻子都要借米下锅，读死书不如无书，这样的书不读也罢。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，没想到你居然还真有些文采，竟然能够出口成诗。夫人过奖了。如果我念一首床前明月光，地上写两双，一对小情侣，就是我和你，不知道你会有怎样的感想？会不会认为我是诗圣转世？虾仁穿越的这个世界，并非大家所熟知的华夏历史，而是另外一个全新的世界。而他所知道的那些诗歌，在这个世界是没有的。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凭借这些诗歌混个状元当当？虾公子，我这里都是一些粗活，让你一个读书人来做，我觉得不太合适。有什么活计是可以让虾公子做的？倒是还缺几个耕地拉犁的下人，就是不知道虾公子能不能做得了。拉犁，咱们的黄牛呢？回夫人的话，黄牛前几日下的牛崽子死了，这几日怎么使唤他也不干活。小人寻思着，是不是先饿他几顿，让他老实一点。罢了，万物皆有灵，哪怕牲畜也不例外，让他休息几天吧，估计过几天他就好了。虾公子，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先在府里照料一下黄牛，回头我让王管家帮你找找，看看有什么活是你能做的，如何？谢谢夫人。虾公子是读书人，这样安排对虾公子来说不是很合适。凭借公子的文采，我相信明年红榜之上必然会有你虾公子的名字。哼，救他！谢谢夫人夸奖。你看看，黄牛都被你挤成什么样了？不好意思，狗爷，我只是想让他放松一下。造孽啊！混蛋小子，这都给挤扁了。虾公子，这黄牛最近几天性子不太好，你可得小心谨慎一点，万一被黄牛踢伤了，那可和我们无关，明白了吗？这只黄牛烦躁不安的原因很简单，小牛没了以后，它奶胀的难受。狗爷，你还站在那里干嘛？赶紧找个桶来接牛奶啊！接牛奶？接牛奶干呐？难不成你要喝？牛奶不喝，难道要倒了？当然是要倒掉啊！虾公子，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吧？居然连喝牛奶会中毒丧命这样的常识都不懂。也对，毕竟你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啊。中毒丧命。宋国医疗落后，大多数人对乳糖不耐受，有人喝牛奶出现腹泻严重脱水，诱发疾病身亡。以讹传讹，就有了喝牛奶会死人的谣言。呸！把牛奶都挤到这桶里，然后都倒到城外去。要是在城内乱倒，就是故意投毒，小心府衙把你关牢里去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狗爷。官人，你为什么要自杀？牛奶能喝了，你先喝吧。官人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你竟然要这样对我？这玩意儿不会喝死人的，味道还不错。官人，要死一起死。你我生是夫妻，死也要在一起。这傻丫头，牛奶已经喝了，当个饱死鬼总比饿死鬼强，对不对？官人，你说的没错。这牛奶虽然有毒，居然还挺香的。官人，下一世别忘了我，好吗？好，这是什么？玉米，有了，奶油爆米花。怎么了，官人？你别管了，你先去休息会吧。官人，你怎么了？奴家先走一步。官人，我们黄泉路上再见吧。诺，我觉得你现在需要这个东西。你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头疼是鬼捏的，肚疼是屎憋的。这傻丫头。官人，为什么我没死啊？女官人，我掌握了一种秘法，可以炼制牛奶，将毒药变为食物，但这个事情可千万别传出去。我知道了。虾仁一直忙碌到天黑，总算是得到了一斤纯度并不高的奶油。哎，没办法，只能是先这样凑合用了。你看看，黄牛都被你挤成什么样了？
不好意思，狗爷，我只是想让他放松一下。造孽啊！混蛋小子，这都给挤扁了。好香呀，官人。快来尝尝。奶油放的比例很好，香甜不腻。官人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也太好吃了吧！这叫虾仁爆米花，爆米花、虾仁排、奶油爆米花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好香啊！这也太香了吧！虾仁排、奶油爆米花一份50文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只有这一锅啊！吃到了就是赚到了，要买的排队了，先交钱再品尝。50文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但是可以买到虾仁排、奶油爆米花尝尝，保证你吃了还想吃。多少钱？50文，就这么一点，这也太贵了吧！50文钱都够我和朋友去酒楼里吃几顿了。贵？哼！这位公子，此言差矣。我这奶油爆米花可是汴京一绝，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而且就这一锅，你想想看，汴京有多少人？恕我说句不客气的话，如果卖的便宜了，还能轮到你吃吗？恐怕早就被别人买完了。好一句卖的便宜了，还能轮到你们吃吗？我倒要尝尝这汴京一绝，是不是名副其实？给我来2份尝尝。好嘞。这位公子英俊潇洒，风流倜傥，气宇轩昂，一看就不是平凡人。最重要的是，公子你有眼光啊，竟然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这奶油爆米花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吃到的，货卖识货人。公子你可是真正的识货人啊！哈哈，老板你才是真正的有眼光。这奶油爆米花肯定不好吃。天哪，居然有如此人间美味！这奶油爆米花太好吃了。小爷我吃遍了汴京所有的酒楼，都没有吃到过如此美味。赵公子，真的好吃吗？好吃。我要为这美味作诗一首：美味只应天上有，今日有幸尝一次，好吃好吃，好吃好吃。这也算诗，这个姓赵的脸皮还真是够厚的。我也尝尝。赵公子这么挑剔的人都说好吃，那一定就是好吃了。给我来1份尝尝，我也要1份。奶油爆米花只有这一锅啊，卖完就没有了。虾仁抓紧时间，趁机吆喝着，故意把一锅这个字眼咬得很重，将饥饿营销发挥到极致。一锅爆米花原本就没多少，这一哄抢起来，顷刻间就卖光了。老板，再给我来1份。赵公子，真不好意思，已经卖完了。这么快？赶紧的，再弄点出来。小爷我还没吃够了。对，是了，再来1锅，我还没吃到呢。不好意思各位，这奶油爆米花制作极其困难，而且材料特别罕见，所以一天只能做1锅出来，真是对不住大家了。想吃的话，明天早点来。明天？你明天记得多做点。官人，你下面真好吃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？嘿嘿，你相公我不只是下面好吃，你以后就知道了。你跑哪去了？这都几点了你才来？狗爷，不好意思，今天起晚了。哼，起晚了。是啊，通融一下狗爷，我保证下次不会起晚了。好吧，我今天心情好，算是原谅你这一次了。赶紧干活去吧。谢谢狗爷。对了，你小子差不多得了。我昨天看见你把黄牛都给挤瘪了。是时候得给你好好补充一下营养了。前2天下手有点狠，这牛都被我榨干了。好好吃，争取多产奶。官人，这么多钱是哪来的？那自然是赚来的啊。赚来的？官人，这是你卖奶油爆米花赚来的？这也太多了吧？官人，50文1份，真的会有人买啊？买的人应该不会很多吧？哈哈哈，多，不但有人买，而且人很多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你的话提醒了我，50文的价格的确不太合适。从明天开始，我要涨价了，改为60文1份。官人，你怎么还越卖越贵了呢？这叫营销。营销？这是一门非常深的学问，你没读过书，你不懂的。没错，官人可是读书人。哎呦，赵公子来了，快里面请上座。还是老位置，老四样吗？今天小爷我要加1道菜，我要10份。算了，要6份爆米花吧。赵公子，你说错了，是虾仁排奶油爆米花。对，
来6份虾仁牌奶油爆米花。这奶油爆米花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一种难得的美食，怎么你们这里没有吗？还是担心小爷我付不起钱？赵公子说笑了，您怎么可能付不起钱呢？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奶油爆米花。算了，算了，还是老4样吧。你这酒楼也太差了，竟然连奶油爆米花都没有。这奶油爆米花究竟是个什么？周老板，你们这里有奶油爆米花吗？是虾仁牌奶油爆米花吗？对，好像就是叫这个名字。听那些吃过的人说，这奶油爆米花入口香甜爽脆，回味无穷，所以特意专门来尝尝。我这里没有，请问这奶油爆米花哪里有？你这没有？之前我们听说就是在这附近贩卖的。周老板，你确定你这里没有，还是不想卖给我们？两位，我这里真的没有。走吧，咱们再去其他酒楼问问。我倒要见识一下这奶油爆米花究竟是个什么东西。爆米花，奶油爆米花。老板，给我来4份奶油爆米花。赵公子且慢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的钱不够。什么？怎么不够了？你自己数数。赵公子刚才明明数了200文给你，怎么不够了？你想做什么？连赵公子你都想骗，也不打听赵公子是什么人？你小子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？对不起啊，赵公子，你的确是给了我200文，但是这奶油爆米花今天涨价了，现在的价格是60文一份，所以你这200文只能买3份。诺，这是找你的20文。涨价了？昨天不还是50文一份吗？怎么今天就变成60文了？赵公子，你都说了昨天是50文，但那是昨天啊，今天是今天。今天涨价了，因为原材料价格上涨了。奸商，都说商人言而无信，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了，哪里有像你这样的人，说涨价就涨价。这位公子，你这话说的就有意思了，东西是我的，我想卖多少钱那是我的事情啊。再说了，我昨天也没说过今天不涨价这样的话啊。你好了，60轮就60轮，我也懒得和你这小贩一般计较。我先吃上3份。那自然是没问题的，赵公子。这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了！爆米花，奶油爆米花，只有一锅，早来早吃啊！给我来1份。周老板，你也尝尝这奶油爆米花的味道。如果你们酒楼里也有这奶油爆米花就好了。周老板，很明显，这周老板是来打探商业机密的，同行是冤家，自古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的。只是让虾仁没有想到的是，在这个通讯都靠吼的时代里，传播速度居然也能这么快。咦，我昨天听赵公子说起来虾仁牌奶油爆米花的食物，心里有些好奇，今天就专门过来见识一下。这东西的味道似乎有些熟悉呀。哼，欢迎周老板见识见识奶油爆米花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老板，给我来1份奶油爆米花尝尝，我看看这东西到底有多好吃。恭喜这位秀才老爷购买虾仁牌奶油爆米花1份。这奶油爆米花原材料罕见，卖一锅少一锅，有机会吃到奶油爆米花的人，那可都是人上人啊！香，这奶油爆米花真是难得的美味啊！最主要的是您有品味，这奶油爆米花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吃得起的。没错，我也来1份尝尝。一看您就不是普通人，毕竟这奶油爆米花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吃得起的。这奶油爆米花就是香。老板，我也要来1份，我也尝尝。一锅爆米花很快就卖完了，虾仁端着锅快步离开了。我的妈！这么一回，一锅爆米花竟然比我酒楼1天的营业额还多。那口破破烂烂的铁锅里装的不是奶油爆米花，而是一锅黄金呢。狗爷早上好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又来得晚了。虾公子啊，你这样让我很难做啊，万一被王夫人发现了，你说我该怎么说呢？如果王夫人发现了，你就说我干活去了。但是虾公子你也得多少注意点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我也很难办，对不对？这姓虾的出手还蛮大方的嘛，只是这家伙的钱是哪来的呢？在府里干1天活，算下来也才不过10个铜板而已，这虾仁一出手就是1半，这也未免太大方了吧？官人，这是你今天赚到的钱吗？没错，赚到钱了，首先要改善的，那自然就是伙食了。人生在世，吃喝2字，但凡是有条件的情况下，虾仁都不会委屈自己的肚子。官人，我想吃鸡。
想吃就吃吧，不过要少吃一点，一会我下面给你吃。官人，你这是在摔面吗？摔面，这名字起得有趣，那就叫虾仁排摔面好了。官人，为什么你总是喜欢加上虾仁排这句话？这叫做品牌效应，明白吗？这样说吧，比如你去街上买了一把青菜，那我问你买的谁家的青菜，你肯定回答不上来。如果这时你说你买的是虾仁排青菜，那我就知道你买的是谁家的青菜了。这下明白了吗？官人，我只去李大娘家的菜摊上买菜，她家的菜便宜又新鲜好吃。你如果问我买谁家的菜，我能回答上来的。吃饭吧，面好了。好香啊！官人，这面好漂亮啊！由于时间仓促，许多东西还没有来得及准备，在虾仁看来，这碗拉面只能打30分而已。官人，你下面真好吃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？嘿嘿，你相公我不只是下面好吃，你以后就知道了。难道官人真有做饭的天赋？呸呸呸！你在胡思乱想呢？人家都说了，读书人要远离庖厨、洗衣、做饭这种没出息的事情，那都是女人家应该做的。官人，你真的不打算读书考取功名了吗？功名能当饭吃吗？我是功名如浮云。官人一定是中邪了。虽然官人做饭很好吃，可是这厨子怎么和读书人相比呢？奶油爆米花应该不会是玉米粒做出来的吧？周老板看着满满一锅的玉米粒，陷入了沉思中。蒸、煮、炒等几种办法他都尝试过了，但玉米粒依然还是玉米粒，并没有变成奶油爆米花。难不成是那个小子故意将玉米粒丢到锅里，故意迷惑我的？你这是早餐吗？是啊，官人。官人，这可好喝了，你快尝尝，是面粉呢。官人，怎么样，好喝吗？好喝。于和，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情，以后呢，做饭这种事情还是让我来，你就别那么辛苦了。官人，还是我来照顾你吧，你还是读书吧，好不好？读书是不可能的，你看天色都已经不早了，你是不是得去府里做工去了呢？老板，你怎么今天又来的这么晚？我都等你半天了。赵公子辛苦了，今天起来的有些晚了，所以就来的有点迟了。明天你早点。对了，这虾仁排奶油爆米花今天卖多少钱？今天卖59枚铜板一份。59枚铜板，这可比昨天要便宜多了。给我来5份。奶油爆米花今天特价59枚铜板一份，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。虽然只是减少了1个铜板，但从心理上却让人有一种便宜了许多的错觉。老板，给我来1份尝尝。我也要1份。果不其然，59枚铜板的价格立刻让周围众人纷纷拥簇过来，把爆米花买光了。好吃啊，人间美味。这奶油爆米花就要这样细嚼慢咽，仔细慢慢品尝才好吃。没错，这么昂贵的美味，自当要好好品尝。李秀才，我觉得我们下次聚会应该买一些这奶油爆米花，这种美味比美酒更加能够激发我的灵感。我是不是该考虑请这个赵吃货来当奶油爆米花的形象代言人？老板怎么称呼？周老板客气了，我姓虾。原来是虾老板。虾老板，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，这锅里怎么会有玉米这种食物呢？虾老板，这奶油爆米花不会是用玉米做出来的吧？哦，周老板，我今天早晨喝的玉米粥，不好意思啊，家里穷，只有这一口锅，所以这玉米粒大概是因为我没有把锅洗干净，所以剩下的吧。没洗干净锅？呵呵，当我是3岁小孩。周老板，有什么事吗？虾老板，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情。我洗耳恭听。虾老板，你有没有兴趣合伙？不瞒你说，我有一家酒楼，虽然不是汴京数1数2的，但规模也算可以。我相信，如果我们合作的话，你赚的肯定比现在多。怎么个合作法？虾老板，根据我这2天的观察，我觉得你的奶油爆米花如果稍微便宜一点，肯定能够吸引来更多的顾客。而我酒楼的顾客也有很多，如果每个来酒楼的顾客都点你的奶油爆米花，我相信你赚的肯定要比现在还多。还有其他事情吗？如果没事的话，我就走了。周老板，慢走不送。虾老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难道你还不懂吗？我对于你所说的合作没兴趣啊。虾仁又不是傻子，周老板这套说辞别人或许会考虑，但虾仁怎么可能会上当？虾老板，我认为你应该好好想一下。根据我这2天的观察，你卖爆米花的时候，其实买的人不多，围观的人却有许多。这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钱，但是来酒楼吃饭的客人就不一样了，只有家庭富裕的客人才会来酒楼吃饭，所以他们购买爆米花的几率会很大。我们合伙一起赚钱难道不好吗？
我没兴趣。周老板，他心里很清楚，这周老板打的主意其实是爆米花，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合伙，无非就是想要将爆米花制作办法骗到手罢了。虾老板，你确定没兴趣吗？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这高价爆米花就是用玉米粒制作出来的吧？虾老板，这玉米可是下等人吃的粗粮，你竟然敢卖60为1把的高价！我如果将这个消息传出去，你信不信赵晓峰那些纨绔子弟能把你生吞活剥了？哦，周老板，那你就去啊！你真以为我是被吓大的吗？你等着，我一定让你后悔的。走着瞧。夏公子又来晚了，不好意思啊，狗爷。下不为例啊。狗爷，那我先干活去了。站住！赵公子，怎么了？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我听那周老板说，你的奶油爆米花是用玉米这种粗粮做的，有没有这回事？赵公子啊，赵公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听人说赵公子为人豪爽，义薄云天，懂鉴赏美食。家老板，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？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啊！我昨天一直都在琢磨一件和赵公子有关系的事情。正所谓是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。虾人一顿马屁，着实是让赵晓峰通体舒坦。哦，和我有关系？是什么事情？我想请赵公子你当我的形象代言人。形象代言人？你可以理解为美食代言人，比如你吃奶油爆米花做出好吃，这就是一种形象。其他人看到奶油爆米花就会想到赵公子，这就是象征型代言人。从小到大，赵晓峰就被老爹训斥丢人现眼。赵晓峰总想向父亲证明一下自己。赵公子，赵公子，虾老板，我觉得你所说的这个形象代言人非常符合我的形象，我答应了。虾老板，我可以当你的形象代言人，当然，我有一个要求。你答应了？天啊，我都不敢相信。当然，虾老板，你是不是很开心啊？即便你不说，我也知道你现在一定很开心。赵公子，你说的没错，我的确是很开心。我以后就是奶油爆米花的形象代言人了啊！对了，那奶油爆米花当真是用玉米这种粗粮制作的吗？赵公子，何为粗粮？是农工商，玉米这种粗粮就是给农民、工匠和商人这种人吃的。哎，想不到啊，想不到！我原本以为赵公子与众不同，没想到赵公子也是俗不可耐啊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将人分为3、6、9等，那也就罢了，还将食物也分为3、6、9等。自古以来一直就是这样的，哼，哪里可笑了？食物可以让我们填饱肚子，这是上天对我们的赠予。你可曾听过一首诗吗？什么诗？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啊！赵公子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，难道真的是我错了？我问你，读书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考取功名，出人头地，光宗耀祖。你错了，读书是为了养正气，是为了明事理，不明理则愚，愚昧才是最可怕的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毒药啊！你错了，我告诉你，这叫做牛奶。我知道这是牛奶。赵公子，你和我来。做什么？这是哪里？我家啊。你这是要做什么？你这是要制作毒药？呵呵，赵公子稍安勿躁，你等着看就行了。还有，你要做什么？赵公子，你看仔细了啊！虾老板，这是毒药，会死人的。赵公子，放心吧，死不了的。你还能笑出来？不行，我们赶紧去找郎中去，要不然你会死的。等一下，赵公子，我问你一件事情，你口口声声说这牛奶是毒药，那我问你，喝了这牛奶以后多久才会毒发身亡呢？大概半个时辰吧，也有可能会更短，弄不好半炷香的时间。那我们就等半个时辰好了。你不能死啊，虾老板，你要是死了，那以后我岂不是吃不到奶油爆米花了？啊！不过你这人也算是有些文采的，如果就让你这样死了，那也太可惜了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虾老板，这诗是你自己做的吧？可有名字吗？诗名为《悯农》，当然是我自己做的，难不成你还在其他地方听过？好诗，好诗。虾老板，你有这种文采，应该去考取功名才对，为什么要当一个商人呢？一会儿我再告诉你，我们先等一会吧，看看我会不会毒发身亡。你真的不打算去看郎中吗？虾老板，别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啊！半个时辰后，赵公子，半个时辰到了。好，这么快啊！虾老板，你居然没事啊？莫非是时间太短的原因？赵公子，你刚才也看见了，那么大一碗，对不对？如果这牛奶真是毒药的话，我喝了那么多，不是应该早就死了吗？对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还活着呢？
赵公子，还记得我刚才说的话吗？读书是为了明事理，不明理则愚，愚昧才是最可怕的。牛奶被传为毒药，这种荒谬的谎言，你居然对此深信不疑？请问你读的那些书还有什么意义呢？诺，赵公子，你尝一下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叫它为奶皮子。赵公子，这东西比奶油爆米花还好吃，你确定真的不想吃吗？真香！如果牛奶真的有毒，那都过去这么久了，虾仁怎么还没死呢？赵公子，天色不早了，你该回家了。好，我明天再来看看这家伙是不是还活着，活着我就尝尝。怎么还不出来？难不成是这家伙不敢出来了吗？呵，我先得到你发财的路子，还怕逼不出来那奶油爆米花的制作方法吗？怎么还不来？就是我昨天约了好几个文友，打算今天去月明湖那里游玩作诗，专门特意一大清早赶到这里来买一些奶油爆米花。等了这么久，那小贩居然还不出现，真是气人！骂吧，哈哈，你们越生气越好。赵公子，那虾仁肯定是得知事情败露，今天不敢出来了，连夜逃走了。他这人太可恶了，居然敢用玉米这样的粗粮来卖那么高的价格，来哄骗赵公子您。闭嘴！大胆！你想找死吗？对不起，赵公子，我不是有意的。周老板，人分369等也就罢了，你居然把食物也要分为369等，这也太好笑了吧！赵公子，您的意思是？食物是上天给予我们的恩赐和馈赠，前几年的蝗灾，你难道已经都忘记了吗？当年蝗灾泛滥，庄稼都被糟蹋的颗粒无收，当时怎么没有人说玉米是粗粮，是下等食物了？我看你这是好日子过了几天，又什么都忘记了是不是？不敢，好，难怪都说商人投机倒把，见利忘义。周老板，你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赵公子，这是怎么了？这位客官你好，小店这里停业了，如果要是吃饭的话，请到其他地方吧。掌柜的，请问你这里为什么不开了？一言难尽，家里出了点事情，这店是开不下去了。那你是打算转让出去吗？我想开个酒楼，如果价钱合适的话，我想盘下来。你想盘下来？公子，里面请。请问公子尊姓大名，怎么称呼？老哥叫我虾仁就行了。老哥你怎么称呼？我姓马。不知道马老板打算卖多少钱？5文钱。虾公子是50两白银，这也太多了吧？虾公子，如果你觉得多的话，那你不妨再去其他地方看看。马老板，你别急嘛，做生意嘛，讨价还价不是很正常吗？你漫天要价，我就地还钱了，对不对？虾公子，我可没漫天要价，这价格已经很便宜了。如果不是我家里有事，我万不会卖掉这酒楼的。马老板，你这个价格再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？最多再让你1两银子。我是真打算盘下来你酒楼，不过我暂时没有这么多银子。那你是来干什么的？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？不如这样吧，我给你2两银子做定金，如果1个月以后我凑不齐银两，那这2两银子我也不要了。虾公子，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吗？口说无凭，我们可以立下字据。这可不是一笔小数字，1个月之内你能凑齐这笔钱吗？那就是我的事情了，马老板，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在这1个月之内，你不能再卖给别人了，否则的话，你要赔偿我20两银子，如何？可以，那我们这就立字据。官人，家里遭贼了，咱们的钱少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没有遭贼。如果真的遭贼了，那还会给你剩下来吗？为什么不全部都拿走啊？那是怎么回事？是我拿走用了。虾仁将想要盘酒楼的事情告诉了沈雨禾。官人，1个月你要赚40多两银子，这怎么可能呀？这个你就不担心了，我自然有办法。官人，你要去哪里？你睡觉吧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天杀的，谁干的？老板，你昨天怎么没出来？就是我们昨天等你半天，快给我来2份。不好意思啊，昨天有点事情耽误了。各位，他是一个骗子。这奶油爆米花，你们知道是什么食物吗？就是玉米。各位公子们，他将玉米这种下等食物卖给你们也就算了，还卖这么贵。什么是玉米？不可能吧？混账！这奶油爆米花到底是不是玉米？周老板，你说我这奶油爆米花是玉米做的，你有证据吗？当然有。小李子，把锅端过来。各位公子，这锅爆米花是我昨晚用玉米做出来的。退钱！先生，退钱！
不仅要退钱，还要报官，将他送到衙门里面蹲监牢去。竟然敢拿这种下等的食物卖给我们这么贵的价格，今天一定要把他送到官府坐牢。当初让你小子跟我合作，你不同意，现在你该后悔了吧？呵呵，我做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了？你们一直嚷嚷我骗了你们，请问我怎么骗了？没错，这奶油爆米花就是用玉米做的，怎么了？我强迫你们买了吗？这玉米就是下等食物，你就不能卖这么贵的价格？59文一份，你这就是欺骗。虾老板，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了？吵得这么热闹，说出来让我也听听。赵公子，我们都被这个奸商给骗了。你知道这奶油爆米花是用什么做的吗？是玉米这种下等食物做的。我们正打算将它揪去报官呢。下等食物？没错，赵公子，你看看，这人都已经拿出证据了。周老板，这爆米花是你用玉米做出来的吗？是的，赵公子，用玉米这种下等粮制作爆米花，还卖得这么贵。闭上你的鸟嘴！下等粮，将食物分为3、6、9等。谁给你们的权利？你们有什么资格？同样都是读书人，这位赵公子就与众不同。玉米又怎么了？以前的蝗灾时，我见有些读书人照样也吃玉米。各位过奖过奖，我虽然不种地，但我也知道农民的辛苦和不易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不愧是户部右侍郎的儿子，还是赵公子体恤明白我们农民的辛苦不易啊。没错没错，赵公子这首诗做的真好啊！没错，赵公子真乃大才啊！多谢各位夸奖称赞。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，从今以后可能赚不到钱了。为什么呀，官人？因为奶油爆米花没人吃了。这是为什么呀？奶油爆米花那么好吃，为什么没有人吃了呀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之就是没有人买了。这怎么办呀？看来只能读书了，以后赚不到钱了，日子又要过得困难了。这样啊，官人，那我们可就不能再像这几天一样大吃大喝了。肉也不能吃了，衣服也不能扯了。不行，你的衣服太旧了，得给你扯块布做一套新衣服。那你呢？你的衣服也旧了啊。我就不用了，官人，剩下的钱我们得攒起来了。读书是很费钱的，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都是很贵的。你要是以后能够考上功名，我们还要请邻居吃饭，各种花销太多了。雨禾，你的衣服也旧了，也给你扯块布做新衣服吧，也不差你这一件衣服钱。那可不行，官人，我们不能乱花钱了。这小妮子心里都是在为我考虑，对自己却这么吝啬。嘿嘿，雨禾，我逗你的，放心吧，奶油爆米花虽然没有人买了，但我有其他办法赚钱。官人，你不读书，不考取功名了吗？读书是不可能读书的，只有赚钱才能让我感到快乐。唉，官人是打算要一条道走到黑吗？公子，你是要买豆腐吗？你是老板娘啊，我想要买点豆腐，不过我不要你这样的豆腐。公子，你不要这样的豆腐，豆腐就是这样啊。你家掌柜的在吗？他在后院磨豆腐呢，你找我家掌柜的有事儿吗？有个大买卖要和他谈一下。真的，公子，要不然你自己去后院找他谈吧。也好。你他娘的再乱跑，信不信我打死你？掌柜的，你是？你找块布把他的眼睛蒙上。啊，什么意思？他现在不是不肯好好拉磨吗？你找块布把他眼睛蒙住，他就会好好拉磨了。真的有用吗？掌柜的，你试试不就行了吗？这个试一下也是很方便的吧，又不是特别费劲。开始干活了。这个办法好，我怎么以前就没有想到呢？谢谢公子给我解决了一个大麻烦。公子对毛驴研究的真仔细。翻白眼儿。我没事，研究毛驴干嘛？公子，您是有什么事情找我吗？掌柜的，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些豆腐干。这豆腐干和你现在制作的豆腐略微有点区别，而且我要的量还比较大。是这样啊，请问公子尊姓大名？你要这豆腐干做什么？那自然是卖了。我姓虾，老哥你呢？我姓苏，虾老弟懂得这么多，我还以为你是读书人呢。对了，虾老弟，你这豆腐干虽然新奇，制作起来也不是很困难。不过，苏大哥，你是不是觉得不划算啊？这样吧，我刚才所说的豆腐干4块，我给你1文钱的价格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虾老弟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，不过苏大哥，我们俩人得签订一个协议。什么协议？保密协议。我委托你帮我制作豆腐干的事情，你不能泄露给第二个人。如果你泄露出去的话，那你得赔偿我一定数量的银子。赔多少钱？100两银子。多少钱？100两银子。虾老弟，那还是算了，这事儿你还是找别人做吧，我不干。苏大哥，我一天要2000块豆腐干。
2000块，虾老弟，你确定？可是这赔偿金也太多了，我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啊！你如果将这事情泄露出去的话，才需要给我赔偿。如果你不泄露出去，那我以什么理由要赔偿呢？对啊，我刚才听到100两银子，直接就把我给吓傻了，倒是没想到这点。苏大哥，如果你同意的话，那我就请人来写协议，从明天开始你就专心负责，只给我供应豆腐干就行了，对你也轻松一点。没错，虾熊，怎么喊你几声你都不应？没注意呀，抱歉，你遇到什么事情了，让你这么开心？你猜？这我怎么能猜出来？赵兄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事要你帮忙。什么事？你一会帮我做个见证人，我要和别人签订协议。虾熊，我也想给你当这个见证人，但是我没有功名在身，这似乎不太符合规矩吧？功名不过是浮云而已，你一手悯农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变经皆知。就算没有功名，依然也掩盖不了你的满腹才华啊！虾兄过奖了，其实整个汴京城差不多都知道了。哦，我刚才去参加了文会，其实吧，我也没想着去参加，但是刚才有几个秀才遇到了我，一直夸那手悯农，一定要让我去参加文会，我推脱不过，就只好答应了。难怪这家伙刚才看起来一副喜气洋洋的模样，原来是吹牛去了。这是好事啊，赵兄，好的作品就是要拿出来让众人鉴赏，对不对？只有这样才能脍炙人口，流传百世啊。知我者虾兄也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虾兄，你买这么多豆腐，可是又想出来了什么美食？美食算不上，但是这东西挺臭的。挺臭的？虾兄，此话怎讲？怎么说呢？这东西不算是美食，因为闻起来是臭的，但它吃起来是香的。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是臭的，怎么没人去吃它，说它香啊？过几天你们就知道了。我还有事，赵兄先走一步了。好，你说的没错，没有人会说是香的。于和，你明天和王夫人说一声，你以后就不去她府邸做工了。为什么呀，官人？因为你官人我需要你来帮忙。你需要我给你帮什么忙？当然是数钱了。数钱？数钱还需要人帮忙？行了，你就别问那么多了，记住明天去告诉王夫人一声，说你不做了。官人，这样不太好吧？王夫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让我去府里做工，我不好意思说不做了。官人，我说话不好使了吗？我就问你听不听我的话？官人，我听你的。这就对了。这个时代，福冈果然还是有些好处的，至少能让这傻丫头乖乖听话。今天来的挺早啊。是啊，狗爷，这段时间麻烦你了，我想见一下王夫人，还请狗爷帮个小忙。你说什么？你要见王夫人？你要干嘛？承蒙夫人之前的帮助，我们从今天开始不打算继续在府邸里做工了，特意过来跟夫人打声招呼。狗爷也谢谢你之前的帮忙。你们不做工了？为什么？不为什么啊，狗爷，麻烦你去找一下王夫人吧。你们决定好了，你们可别冲动啊。没有冲动，狗爷。王夫人好，你是雨禾的官人吧？你有什么事儿吗？王夫人，感谢你之前对我们的帮助，我和雨禾从今天起就不在府里做工了，特意来向您告别。哦，公子是打算读书考取功名吗？那家中日常生活该如何维持呢？我没打算读书考取功名，我想要经商。什么？你要经商？你为什么要经商？你还是有一些才华的，为什么不继续尝试考取功名呢？商人被许多人都看不起，你为什么要去经商呢？你看不起商人，我看你收我钱的时候可是笑得很开心。虾公子，虽然经商也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但我个人觉得，男子大丈夫或是读书考取功名，出谋划策，解君王之忧，或是习练武艺参军，征战沙场，保家卫国，如此才不枉身为男儿身。王夫人，我觉得你有些偏见执着了。我怎么偏见执着了？在宋国，上至王公贵族，下至黎民百姓，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为国家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，无非就是力量大小罢了。大宋国有数百万人，但大多数犹如蝼蚁一般，看似勤劳，究其一生也不过碌碌无为罢了。虾公子，我之前觉得你还算有几分才华，现在我才知道是我看走眼了。生如蝼蚁，当立鸿鹄之志；命薄如纸，应有不屈之心。大丈夫生于天地间，岂能郁郁久居人下？王夫人，我们两人今天过来是专程跟你道谢的。雨禾，我们走了。虾公子，请留步。夫人还有何指教？这诗是你做的？是我做的。岂能郁郁久居人下？虾公子，是我之前误会了你，我在这向你道歉了。客气了，王夫人。没其他事情的话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好的，虾公子。苏大哥，辛苦你了。虾老弟，依照我多年做豆腐的经验来看，这样放几天的话，这东西很有可能就坏了。坏不了，我以前试过，放一会儿就变酸了。3天时间，
差不多都要长毛了，那样就不能吃了。苏大哥，没关系的，我就是要这样的豆腐。啊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放心吧，苏大哥，如果我不要的话，那500文钱定金你也不用还给我了。夏公子，夏公子，狗爷，夏公子，夫人让我找你。狗爷，王夫人找我，有什么事儿吗？该不会是这王夫人让我去给她作诗吧？夫人说让我拿10两银子给你，说你经商也是需要本钱的。什么？这算是什么？不会是想包养我吧？但王夫人昨天看向我的目光，除了崇拜之外，就是惊讶，根本没有一丝男女之情，只是单纯的欣赏我而已。狗爷，我知道了，麻烦你回去转告夫人一声，就说她的好意我先领了，至于这钱就算了。夏公子，这10两银子可是夫人的一片心意啊。我知道是夫人的一片心意，只是无功不受禄，谢谢了，狗爷。没其他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这世上还真有这种傻子。对了，狗爷，我过几天就开业，到时候狗爷和夫人一起来给我捧捧场啊！我敢保证，这种新奇的食物你们从来都没有吃过，一定会让你们上瘾的。我先走了啊，狗爷。虾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看起来就像是屎一样啊？赵兄，你觉得它像屎一样？虾熊，这东西不会就是你所说的美食吧？这也太恶心了！你觉得恶心是吗？那你一会可别吃。这东西真的能吃？我的天啊！这虾老板的口味也太重了吧！这东西居然还能吃得下去，别说是吃了，哪怕就看一眼也觉得倒胃口。臭，怪臭，奇怪的臭味。虾熊，你这东西拿出去以后，别人肯定都绕着你走，不会有人买的。赵兄，你可是我的形象代言人，只要你当众试吃一下，我保证大家都会来尝尝的。你休想！我就算是饿死，也肯定不会吃这东西的。这可你说的啊！你放心吧，这就是我说的。行了，今天就没事儿了，明天就可以出摊了。雨禾，东西准备好没有？官人都准备好了。官人这是在瞎胡闹，这么臭的东西，怎么可能会有人吃呢？晶晶只是闻一下就受不了了。臭豆腐喽！嗨，快买臭豆腐喽！一根那个扁担有3尺长哦，一副那个担子挑呀肩上，姑娘眼睛水汪汪，要喝四通房啊。大家不要挤呀，臭豆腐只送不卖，一人只能吃1块。官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呀？这得送出去多少块臭豆腐？为什么不卖？我花钱买还不行吗？这位大哥，花钱买当然行啊，不过我刚才说过了，这几百块臭豆腐都是我送给大家品尝的，我说话总得算话才行啊。等我将这些臭豆腐让大家每个人都品尝过以后，我再卖给你，好不好？不好，你先卖我几块，行不行？你走开，你都已经尝过了，我们还没有尝过呢。就是，好吃的东西得大家都尝一下才行啊！凭什么你吃完以后就不让我们尝了？各位，我可没说不让你们免费品尝，我的意思就是我花钱多买几块吃。就是老板，你这臭豆腐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你看这里这么多人，你都免费送的话，那你得赔多少钱啊？你还是别继续送了。对了，你这臭豆腐多少钱1块啊？是啊，老板，你别继续送了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凭什么你们白吃了以后就不让我们吃了？谁说我白吃了？老板，你这臭豆腐多少钱1块？我把试吃的钱付给你。就是老板，我也掏钱。各位，你们说怎么办啊？我是打算免费让大家品尝一下的，但是老板别但是了，你就说你的臭豆腐卖多少钱1块吧，我们直接花钱买就行了。不然你也看见了，有些人就是想要占便宜白吃的，这样我们想买的人根本都等不上啊。就是老板，别送了，直接卖吧。谁说我们想占便宜白吃了？我们也打算花钱买的。各位，你们都打算花钱买吗？是啊，老板，你就说多少钱1块就行了。不贵，2文钱1块臭豆腐。2文钱？去磨坊买一大块豆腐也才不过1文钱啊！你这臭豆腐就这么小一块，就要2文钱？是啊，2文钱也太贵了。各位，这臭豆腐呢是这样的，2文钱1块，10文钱6块。老板，不能再便宜一点了吗？不能再便宜了。各位，这臭豆腐的制作需要很多材料和工序，这和普通的豆腐是不同的。不过刚才没有免费品尝到的朋友，如果你们购买的话，10文钱就是7块臭豆腐，多赠送给你们2块。这老板真是慷慨。慷慨什么？还是太贵了。嫌贵你别吃就行了，人家又没强迫你买。老板，给我来10文钱的。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？
少爷，那东西简直比屎都臭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吃？怪事，怪事，咱们过去看看。虾兄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来旺，你过来帮忙。要我做什么？你帮忙洗碗就行了。等一会忙完了以后，免费让你白吃臭豆腐。这么臭的东西，别说白给我吃了，哪怕就算是倒给我钱，我也不敢吃。虾兄，这臭豆腐真的好吃吗？你自己看啊，这么多人都在这里排队，你说好吃不好吃？虾兄，那先给我来几块尝尝。不行。不行，赵兄，不是我小气不给你吃，而是你昨天说过了，你就算是饿死也不会吃这臭豆腐的，你不会忘记了吧？虾兄，你可是我的朋友，就凭借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我总得给你捧场吧。再说，我可是你的形象代言人。算了，这份给我，这份给我。这是啥呀？这也太好吃了！虾兄，这臭豆腐可真是人间美味啊！别看了，没有碗了。来旺，洗碗。各位，臭豆腐已经卖完了，想吃的只能是明天早点来了。老板，你们明天多准备一点行不行？白排半天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家里没有臭豆腐了吗？苏掌柜还没有送来。那他送来了以后，能再给我做一份吗？当然不可以。官人，你猜我们今天赚了多少钱？差不多3两银子吧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官人，你可真厉害。这不是很好计算的吗？很好计算。这么复杂的算术哪里好计算了？你肯定自己之前偷偷数过了吧？数过什么？数钱啊！要是没数过，你怎么知道是有3000多文钱呢？这还不好计算吗？苏掌柜送来了2000块臭豆腐，今天几乎都是以每6块臭豆腐10文钱这样的价格卖出去的，算下来就是330多份，然后乘一下，不就是3000多文钱，3两银子左右吗？不可能，2000块臭豆腐又是以每6块臭豆腐卖10文钱的价格卖出去。这就需要一个很繁复的计算才能算出来，然后还要总体再计算一次，这很难的，必须得有工具才能计算出来。你肯定是之前卖臭豆腐的时候，一边卖一边心里暗暗记住钱数了，对不对？公子，你说的没错，虾公子肯定是这样做的，要不然他根本不知道有多少钱。虾兄，你我朋友之间，你还要这样戏耍骗我？这里可没有9年义务教育，也没有99乘法表，更没有4德混合运算。9年义务教育果然是意义深远啊！赵兄，你果然是火眼金睛，这都被你给发现了。没错，其实是我心里一直都在记着钱数，所以才能知道。这就对了嘛。虾兄，你真是连撒谎也不会啊！我先走一步，有几个文友邀请我去参加一场文会，记得明天给我多留几份臭豆腐。又参加？我记得你几天前不是参加过1次了吗？虾兄，这就是你孤陋寡闻了。这汴京城这么大，读书人这么多，那自然肯定是天天都有文会了。不说了，我赶时间。来旺，我们走。官人，没想到赵公子还会作诗，还能参加文会。据说这文会可不是随便邀请人的，至少得有一首自己做的诗，得到许多人的肯定，才有资格去参加的。官人，怎么了？我觉得你那首诗也很不错，我看王夫人就很喜欢你那首诗呢。看你的时候，眼里全是你。虾兄，再来一份。赵兄，有个事情我得需要你帮忙。虾兄尽管开口，你我朋友之间不需要那么客气。赵兄，你家里的下人是不是挺多的？能不能给我借2个人用用？好，虾兄，你的意思是像来旺这样，让他们过来给你干活，是吗？是的，工钱的话我这边来负责，甚至我还可以多给他们一点。啊，这个事情简单。虾兄，2个人就够了吗？多几个人也可以的。暂时不需要那么多，等我以后开了酒楼，可能需要多雇几个人来做工。虾公子，我想来这里做工。来旺，你说什么？好你个来旺，你这是想做什么？少爷，我平时对你不薄，你这家伙居然想要背叛我。少爷，我不是想要背叛您啊，我就是想和虾公子学一下怎样赚钱而已，我也想攒点钱成家啊。你这就是背叛我。赵兄，来旺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们应该替他高兴才对，他总不能一辈子都跟在你身边吧？虾兄言之有理，你真的是想攒点钱成家，不是想要背叛我。是啊，少爷，我就是想赚点钱而已，我怎么可能会背叛少爷您呢？好吧，那你就跟着虾兄吧。谢谢少爷，谢谢虾公子。如果自己将这本事学到手了，岂不是就能早日去小兰家里提亲了吗？来旺，你确定你要跟我学习厨艺吗？厨艺就是跟我学习做饭的意思。厨艺这也算是艺吗？
我只听说过有6艺，难道这厨艺也算是其中之一？厨艺为什么不算是艺术？任何一种事情，只要你达到大师境界，都可以称之为是艺术。就拿做饭来说吧，只有色香味俱全的菜才算是真正的菜，让人看起来在食指大动的同时，根本不忍心去下口吃它。不忍心吃虾公子，是因为不好吃的原因吗？是因为这菜太漂亮了，不忍心下筷子破坏它。你这个憨憨虾公子，你说的对，我的确就是挺憨的。没关系，傻一点不要紧，至少你还懂得想要多赚钱娶老婆，证明还不算太傻。那今天就先从厨艺的基本功开始教你吧。基本功是什么？那当然是刀工了。我不明白。来旺，我觉得凭借你的资质，你还是先从最基本的基础开始学习吧。好啊，虾公子，最基础是什么？洗锅、刷碗、洗菜。虾公子，我其实只想跟你学习怎样油炸臭豆腐，至于其他的，来旺，你以为油炸臭豆腐很简单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世上许多事情看似简单，上手极难。就拿这油炸臭豆腐来说吧，你知道油温多少度时可以下臭豆腐吗？臭豆腐的颜色变成什么样的时候才算是熟了吗？多1分则烂，少1分则生，这1分是什么意思？懂吗？虾公子，这么困难吗？你以为呢？行了，你先从最基础的洗锅、刷碗开始吧。等这些基础工作你熟能生巧了以后，我再一步步教你。苏掌柜，你看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我们保证肯定不会泄露出去的。是啊，苏掌柜，那星下来给你多少钱？我们比他多1文钱还不行吗？咱们做生意不就是为了赚钱吗？为什么放着赚钱的买卖你不做呢？你给他供应臭豆腐的时候，也给我们供应臭豆腐，你同时赚几分钱，难道还不好吗？各位掌柜的，不是我不答应你们，而是苏掌柜，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就行了，又不是外人。对，我们保证不泄露出去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和虾老弟之间有协议的，这臭豆腐我不能卖给其他人，只能卖给他。还有这样的霸道条款？没错，这也太霸道了。这豆腐是你做出来了，你想卖给谁就卖给谁呀，凭什么只能卖给他一人？苏掌柜的，要不然这样，你将这臭豆腐如何制作的方法告诉我们，我们肯定不会亏待你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们肯定不会亏待你的。吴掌柜的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和虾老弟是有协议的，我不能告诉你们，要不然我得赔偿他1笔银子。你不说，我们不说，这事儿还有谁会知道？你是担心我们会泄露出去？你们有所不知，这臭豆腐的制作方法，汴宁城里除了虾老弟和我，没有第3个人知道的。那也未必啊，你放心，如果那姓虾的找过来，我们到时候死不认账，他能奈我们如何？再说了，苏掌柜的，这豆腐磨坊又不只有你一家，他怎么就知道别人不会研究出来这臭豆腐呢？的确，卖豆腐的不止我一家，但这臭豆腐，那些卖豆腐的人肯定不会想到，更不会做出来的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的确，没有人会将豆腐放得长毛了拿出来卖。哟，这姓虾的的确是狡猾。他之前卖奶油爆米花的时候，如果不是我凑巧发现几颗玉米粒，谁也想不到奶油爆米花居然是用玉米做出来的。这几天注意到臭豆腐的人，并非只有我们几人，我估计那些人私下里也肯定在找这臭豆腐。如果这臭豆腐真的那么容易做出来，那其他开酒楼的人早就也开始售卖了。周掌柜说的没错，不瞒各位，这臭豆腐的制作方法的确是另辟蹊跷，任凭谁都是没办法想出来的。是吗？两位兄弟，要不这样，既然那姓虾的跟苏掌柜有这样的协议，我们3人凑钱将这赔偿还给苏掌柜。这样的话，姓虾的知道了，他也无话可说，而苏掌柜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，对不对？可以，我没意见。苏掌柜的，你看这样就没问题了吧？你们签订的协议要赔偿他多少钱？100两。多少钱？100两。苏掌柜的，你确定是100两，不是10两？是100两。各位，你们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不敢说了吧？这笔钱就算是砸锅卖铁，我也赔不起的。这也太多了吧？100两银子，这简直都是开玩笑，拿去买酒楼都足够了。算了，我们走。100两银子太多了啊！的确不少。吴掌柜，汴京城有100万人啊，如果我们将这臭豆腐弄到手，你还担心这100两银子赚不回来吗？要不然我们去找老赵，这样我们每个人出30多两银子，压力也会少点。吴掌柜，我觉得没必要这样做。为什么？这是1碗茶，1个人喝足够多，2人分一下也能解渴，3个人分嘛，那就可能不太够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就我们俩人？没错。苏掌柜，这是100两银子，你数一下。竟然真的被虾老弟猜到了。
苏大哥，如果以后真有人来找你，想要这臭豆腐的制作方法，如果他们拿出来100两银子了，那你就把这制作方法告诉他们就行了。两位掌柜的意思是要那臭豆腐的制作方法？没错，苏掌柜的，钱我们也给你拿来了，再如何制作臭豆腐，你总该可以告诉我们了吧？就是，哪怕就算是那姓夏的来找你后账，你将这钱赔给他就行了，他自然也无话可说。毕竟你们之前在白纸黑字上都写清楚了，不是吗？两位掌柜的，这可是100两银子啊！你们真的想好了吗？如果我们没有想好，可能会把钱给你拿来吗？苏掌柜的，咱们可是认识多年了啊，眼下这银子也都摆在这里了，你还磨蹭什么？你是说，只要把豆腐放在见不到阳光的房间里，通风3、5天就可以了？是啊，就是这样的。竟然这么简单？苏掌柜，你没有骗我们吧？东西就在这里放着，你们也看见了，怎么可能会骗你们？但这也太简单了吧！苏掌柜的，谢谢你了，你先忙着，我和吴掌柜的先走了。等过几天，我们再来找你商量给我们送臭豆腐的事。我怎么有种上当的感觉？邹掌柜的，这臭豆腐的制作竟然这么简单！早知道是这么简单，我们又何必花这么多银两？吴掌柜，制作方法的确是简单，但如果你之前没有见到的话，你会想到那臭豆腐竟然是用这样的办法做出来的吗？这倒是，如果没看见，我的确是想不到。不过就是因为太简单了，所以我总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。我们想不到，别人也不会想到的。接下来就是调配那酱汁了，这个也很关键，味道不好会影响口感的。走，咱们回去看看厨房的那些伙计们调配的怎么样了。苏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夏老弟，我找你有事。是不是有人找你，想要臭豆腐的制作方法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每天排队吃臭豆腐的人那么多，别人肯定也能看见啊，对不对？夏老弟，你猜的没错，这几天的确是有人找我询问，不过我一直都没有说出去。但是他们今天拿来了100两银子。夏老弟，这是100两银子，你当初也说过，如果有人拿钱来找我，那我就把你告诉我的臭豆腐制作方法告诉他们。其实我之前不想将这臭豆腐的制作方法告诉他们的，但你不是叮嘱过我，如果有人拿钱找到我，就告诉他们吗？没关系的，苏大哥，你做的没错。但是这肯定会影响你的生意呀。不会有影响的。这好吧，夏老弟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还有2担子臭豆腐呢，我抓紧时间给你送过来。好的，苏大哥，辛苦你了。于和，那些杂活就交给来旺去做吧，你和我走一趟，去办点事情。好的，官人，我们去哪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于和，你看这房子怎么样？很好啊。那我们下个月也买上这么一处房子吧。官人，这房子至少得要上100两银子了吧？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？钱是有，但现在不着急买房子的，咱们先去买个酒楼赚钱。什么？买酒楼？当然啊，我总不能摆一辈子的地摊吧。可是，官人，我们的钱够吗？刚才苏掌柜不是来了吗？他就是来送钱的。他不是来送臭豆腐的吗？到了。就是这个酒楼吗？这得多少钱啊？马掌柜，我来了。你总算是来了。马掌柜，你收拾的怎么样了？家里都收拾完了，顾传之运走了，现在就等这酒楼盘出去，我就可以走了。这是我们之前说好的银两数目，这里大概一共是47两，你数一下。夏兄弟，没错，47两。恭喜夏掌柜。马大哥，你这就要启程动身回家了吗？是的，家母病重，这一回恐怕终生再也不会回到这汴京了。夏掌柜，保重了。保重，一路平安。官人，这酒楼真的是我们的了吗？这里面所有东西都是我们的了？是啊，这是我们的了。夏夫人，给我拿酒来。官人，我们买下这酒楼是为了在这里卖臭豆腐吗？这怎么可能？当然是卖各种饭菜啊。卖各种饭菜？官人，你是让我来做吗？可是我做的饭菜，有人会喜欢吃吗？当然是我来了，是时候培养一下来旺这家伙了。好不容易骗来一个学徒工，肯定是要好好培养。只是这家伙一门心思想着学油炸臭豆腐，赚点钱成亲，实在是太没有理想了。是时候给来旺画大饼了。来旺啊，你先把手里的活停一下，过来，咱们说说话。夏哥，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？没有啊，你没做错什么啊，你这么紧张干嘛？那你要我说话干嘛？你不是要骂我吗？难道我和你说话就是要骂你？以前赵公子就是这样，如果他不是让做什么，那肯定就是骂我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来旺啊，告诉我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梦想？夏哥，这不说行不行？
不行，你不说出来，我怎么给你画饼？我最近梦里总是梦见和小兰她。停，打住！观众们不爱听，老子是问你的梦想是什么？这家伙是以为问他在梦里想了什么？来旺，我说的梦想是你的理想，就是你希望以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？我这样说，你听懂了吗？虾哥，我希望以后能和你一样卖臭豆腐，一天能赚那么多钱。你就这么点出息，这就是你的理想？我还以为你最大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娶那个什么小兰呢。等我赚到钱就娶她，然后我们两人一起卖臭豆腐。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啊！来旺啊，这卖臭豆腐的也就是一时新鲜而已。当然，如果一直卖它的话，肯定也能赚到钱。不过那只是小钱而已。小钱？来旺，我买了一个酒楼。什么酒楼？虾哥，你听我说，来旺，听着，你只需要明白一点就行了，那就是你的机会来了，明白了吗？不明白。我需要厨子，明白了吗？来旺，我之前和你说过，你要从基础开始做起，还记得吧？现在就是你要更进一步的时候到了，我会教你各种厨艺，将来你就是酒楼的大厨，过几年你就可以风风光光的迎娶小兰了，懂了吗？虾哥，我只想赚点钱，我不想当什么大厨，我觉得卖臭豆腐就挺好。臭豆腐，臭豆腐，你是不是臭豆腐吃多了，把脑子糊住了，就知道臭豆腐？虾哥，那你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吧。孺子可教也，果然是个贱皮子，给你画饼吃，你不吃，非得收拾你一顿才老实。来旺，记住了，从拿起菜刀的这一刻起，你就不再是一个平凡人了。未来的你将会成为宋国震古烁今的大厨，你会在历史中留下浓墨厚重的一笔。我知道了，虾哥，可是我只想学习如何做臭豆腐啊。虾兄，恭喜恭喜啊！这么快就拥有了自己的酒楼，虾兄你可真了不起。废话少说，翻白眼儿。说吧，有什么事儿吗？知我者虾兄也。虾兄，咱们去后院说。怎么了？发生大事了。虾兄，我刚才过来，你猜我看见了什么？难道你看见有其他人也在卖臭豆腐？咦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也看见了？我没看见，我是从你这副大惊小怪的模样上猜出来的。大惊小怪？虾兄，你这臭豆腐可是汴京独一份啊！你现在之所以能赚钱，还不就是因为只有你一个人卖臭豆腐？哦，你连这个竟然都知道？本公子火眼金睛，怎么可能连这其中奥妙都看不出来呢？这个极品之货真的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装逼的机会。有2家酒楼也开始卖起了臭豆腐，去吃的人很多，价格比你的要便宜一些。肯定是那个苏掌柜将臭豆腐的秘密泄露出去了，你要找他赔偿。这酒楼不就是赔偿吗？你的意思是，你买酒楼的钱就是苏掌柜赔偿的那100两银子？原来你早就知道了，那你为什么不阻止？赵兄，我为什么要阻止啊？根据协议，苏掌柜也赔偿我了，我有什么理由阻止他啊？虾兄为何如此淡定？你是不是又研究出来新的食物了？赵兄，你很让我担心啊。什么意思？你这么聪明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和你一样优秀？你说我能不担心吗？这家伙要是真变聪明了，那以后可就不好忽悠他了。哪里，其实我也就是比虾兄你强那么一点罢了。赵兄，你刚才说有几家酒楼也在卖臭豆腐，咱们去看看。走，虾兄，你这酒楼还没有想好叫什么名字吗？想好了。叫什么名字？河底捞。河底捞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去护城河里捞，还是在这城中的汴河里捞？对，就是在这汴河里面捞。开业之前，我得找个名人给我写牌匾。虾兄，如果你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帮你写牌匾，不如就请我吧。实不相瞒，我的书法还是有几分造诣的。臭豆腐了，是闻钱勤快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哦。这山寨的速度还真是挺快的。虾掌柜的，你要尝尝吗？好啊，这么多人，我能插队吗？别人肯定不行，但虾掌柜你的面子，我得给啊。先给虾掌柜的来一份臭豆腐。怎么样啊，虾掌柜的，跟你的臭豆腐相比，是不是味道一样啊？周掌柜的，你这酱汁调配的的确是相差无几，只不过口味比我调制的酱汁要重一些，我估计这应该是你有意而为的吧？虾掌柜的真是厉害，佩服佩服。你这臭豆腐的味道要差了一些，因为你少了腌制的过程。没错，虾人怎么会主动说出来这个事情？周掌柜，其实呢，这臭豆腐如果少了那道腌制的过程，口感就会差了许多。大伙之所以没有尝出来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同时吃2份臭豆腐进行对比。如果有人进行对比，这味道的差距一下就感觉到了。哼，那又如何？我这里依然有客人，不是吗？周掌柜的，你别误会我的意思，我是想告诉你，我可以告诉你如何腌制臭豆腐。真的？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，这小子怎么可能会这么心好？
当然，周掌柜的，你以前和我谈过合作奶油爆米花的事情，后来我拒绝了你。当时跟你合作的话，恐怕我的奶油爆米花现在还能赚大钱。哎，真是可惜了，只怪我之前的格局太小了。虾掌柜，你这就是在开玩笑了吧？我估计你心里把我恨死才是真的吧？那倒不至于，做生意嘛，就是竞争，对不对？周掌柜的，你现在肯定是怀疑我为什么要把你不知道的那一道腌制方法告诉你？你觉得我有什么阴谋诡计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我的确是怀疑你有阴谋。周掌柜的，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人打交道，光明磊落，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。实不相瞒，我也不是白白告诉你这个腌制臭豆腐的方法。我最近有点缺钱，如果周老板愿意给我点银子的话。虾掌柜，我觉得你肯定是想多了。我的臭豆腐在口感上或许比你的要差一点，但是我卖的比你便宜啊，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？周掌柜的，我刚才和你说过一句话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不好意思，你刚才说的话太多了，我不知道你是指哪句话。如果我将那腌制方法卖给那位老板，你觉得他会不会有兴趣知道呢？这个算了，你要是不想知道的话，那我就走了。等一下，多少钱？50两银子。太多了，我最多给你1两银子，3两银子，不能再多了。10两银子，不能再少了。我就不相信吴老板会花10两银子买。好啊，那我5两银子卖给他，我就不相信他不买。周掌柜的，我们可以签订一个协议，我保证不告诉其他人，怎么样？好吧，就这样定了。原来是这样，虾老弟果然痛快，多谢了啊！客气客气，周老哥，那我们先走了啊。好的，真是想钱想疯了。哼，我的臭豆腐成本比你低，就算是和你一样10文钱卖6块，我照样赚得多。不好意思了，吴掌柜的。你为什么要把方法告诉他？赵兄，你闭嘴好不好？我心里有数。有数？我看你一点都没数。你是怕别人抢不走你的生意啊？回头你还怎么卖臭豆腐？赵兄，我告诉周掌柜的原因很简单，那就是因为臭豆腐马上就要不值钱了，明白了吗？不值钱了？什么意思？很简单啊，接下来我打算免费赠送臭豆腐。什么？免费赠送？对，但凡来我酒楼吃饭的客人，我这里的臭豆腐都免费赠送给他们的。你疯了？我很正常。赵兄，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吗？是人死了，还有许多银子没有花完。这家伙不会是看作不差钱这个小品吧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，当你花了大把的银子，自以为买到了一件珍宝，结果一转眼发现居然一文不值。赵兄，我这里都白送臭豆腐了，你还会花钱去周掌柜那边买吗？当然不会了，白送的东西，我为什么要花钱去买？那你们花了100两银子买来的臭豆腐，瞬间卖不出去了，你说他们会怎么想？喵啊！虾兄，你是我见过最坏的奸商。到地方了，来这里干嘛？两位是要买什么？这位大哥你好，我想买一些锅。一些锅？你是要几口锅？大概30口锅吧。多少？30口锅。你要这么多铁锅做什么？没错，30口锅。不过我要的是一种特殊的锅。特殊的锅？对，就是这样的锅，上面有一个这样形状的锥筒，铁锅下面加一个底座。这是锅？没错，我叫它为火锅。火锅。我的要求就是形状规格按照这纸上画的来打造就行了，但是有一点很重要，一定要轻，重量控制在5斤之内最好，但绝对不能超过10斤。这难度很大啊！我可以多加钱。你能出多少钱？你开个价吧。30口锅10两银子。多少？这么贵？可以。多长时间能交货？10天，最多10天时间。太贵了，你这是拿钱不当钱花。虾熊就是一口锅而已，根本没有这么贵。我家里有一口大锅，足有20多斤重，也才不过几百文钱而已。你要的这火锅这么轻，算下来一口锅就300多文钱了，你上当了。赵兄，你不懂，这东西不是越重越值钱，明白吗？那什么东西值钱？手艺。官人，我们也把价格改一下吧，改为10文钱7块臭豆腐吧，要不然都没有人来我们这里买了。嫂子说的没错，虾哥识时务者为俊杰啊。打价格战不是我的作风，先就这样吧。虾公子，这就是你所说的酒楼吗？是啊，狗爷，酒楼目前暂时还没有开业，等开业了以后，欢迎你和王夫人来吃啊。玉和，来20文钱的臭豆腐。狗爷，王夫人对于我们有恩，她的钱我们不收，况且这臭豆腐有这么多也没卖出去，就尽管拿就行了。为什么这臭豆腐今天买的人这么少？前几天不是人很多吗？狗爷，你看那边，他们也在卖臭豆腐，而且比我们的要便宜一些，所以大多数人都去那边买了。虾公子，那既然这样，你这里也便宜一点不就行了？
狗爷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对了，我想麻烦你一件事情，你回去以后能不能和王夫人说一下，我想请她帮我给酒楼写个牌匾。好的，虾公子，前阵子夫人病了，最近刚好，我回去就和夫人说，一定将你的话带到。你是说虾公子的生意遇到了麻烦，是吗？是的，夫人，现在都没有人去买虾公子的臭豆腐了。那这可怎么办？虾公子怎么说？他什么也没说。对了，夫人，虾公子他说想请你帮忙给酒楼写个牌匾。这没问题。要知道，在几年前他还没有成亲时，那时的王夫人被人称为明珠才女，有许多人都曾想要让她帮忙题字书写牌匾，但她通通全部都拒绝掉了。虾公子的酒楼叫什么名字？这个好像虾公子没有说。你确定不是你忘记了？小的马上再去问问。狗爷，你这是要做什么去？虾公子，你来的正好，夫人找你。不对，是夫人问你酒楼的名字叫什么。狗爷，夫人她现在有空吗？虾公子、玉和，你们两人等一下，我去通知夫人一声。好，王夫人好。夫人，听说你之前病了，现在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已经好许多了。雨禾，你有心了。夫人，其实今天来，除了探望你之外，还想请你帮个忙。是给你的酒楼题字写牌匾吗？是的，这是一些润笔费。虾公子，这润笔费是在羞辱我吗？王夫人，我没那个意思，不是都有这个规矩吗？虾公子，你若是这样，那就请你拿着东西回吧。夫人，我家官人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夫人，那我就不和你见外了。对不起，王夫人。虾公子，你的酒楼名字想好了吗？河底捞。什么？河底捞？这是你想的酒楼名字？虾公子，你这名字可有什么考究出处吗？这名字和我接下来打算推出的新奇食物有关系。王夫人，等到酒楼正式营业的那天，你来吃一次就明白了。原来是这样，虾公子又琢磨出来新奇的小吃了。河底捞，看来应该是鱼虾之类的食物吧。走，咱们去书房。好字。虾公子过奖了，只要你别嫌弃就行。我怎么会嫌弃呢？难怪夫人会被称为明珠才女，果然是盛名之下无虚事啊！夫人这墨宝如果拿出去的话，我相信肯定会有人高价求购的，我这可算是赚大了。虾公子可真会说笑。夫人，我还有个不情之请。虾公子但说无妨。不瞒夫人，虽然现在我有了一些钱，但我依然还是很怀念当初在府上干活的日子。虽然时间比较短，但却是跟那头大黄牛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。我很喜欢那头大黄牛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夫人能不能将这牛卖给我？虾公子，你要这黄牛做什么？这个。既然虾公子开口了，那么就将那头大黄牛送你吧，反正也不值多少钱。真的？那这多不好意思啊。没什么的，王管家，一会儿你将那头大黄牛给虾公子牵过去。我要之前我喂养的那头大黄牛，我照顾了它一段时间，已经和它有了感情。好，跟大黄牛有了感情，这虾人还真是一个怪人啊。夫人，那头大黄牛最近好像生病了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夫人，小的怎么敢说谎话呢？虾公子，要不然我们去看看。好啊。夫人，要不然让虾公子跟我去一趟吧。那也好，虾公子，那我和雨禾在书房等你吧。这王二狗到底是想要搞什么幺蛾子？狗爷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我刚才感觉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说。虾公子果然聪明，那大黄牛，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虾公子，自从你走了以后，这大黄牛就变成了这样。狗爷，你的意思是大黄牛的牛乳房这里出现这些丘疹、水痘一样的东西是我的原因？你有什么证据吗？虾公子，我当然有证据。之前你照顾这大黄牛时，天天都将它挤得那么瘪，这才让它生病了。的确，之前对这大黄牛下手有点狠了，但那不也是生活所迫，没有办法吗？虾公子，这个事情我之前可是没有和王夫人汇报过的，毕竟虾公子你之前待我也不薄，这事儿我就压了下来。狗爷，那就多谢你了。虾公子，我就是提醒你一下，如果你要这头大黄牛，那我就给你送过去，正好夫人那边我也就不用和他汇报了。不过这大黄牛给你送过去以后，你得给他想办法治病，我看他都病了好几天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狗爷一事不烦二主，那就辛苦你给我送一趟牛吧，就送到我酒楼中，交给来旺就行，让他放到后院。虾公子，你这可就太客气了，这事包在我身上。官人，咱们真的不打算降价吗？当然不降价。虾哥，那即便就算是咱们不降价，那也不用涨价吧？没有涨价啊，就是取消了之前的优惠而已。对了，你们帮我看看，是醉云居酒楼前的人多，还是古丈居前的人多啊？这还用看？当然是醉云居酒楼前的人多啊。那就对了。
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难道真的是他那边的口感更好一些？不好意思各位，今天的臭豆腐卖完了，想要吃的明天早点来吧，我保证明天一定多做几份，尽量让大家都能吃到，好不好？周掌柜的，这几天好奇怪啊，我这里的顾客越来越少，而你这边的越来越多，这是为什么啊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周掌柜的，我听有些顾客说你这里的臭豆腐味道要好吃一些。周掌柜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是不是你研究出来了新的办法，让这臭豆腐的口味变得更好了？吴掌柜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没错，我的确是研究出来了新的办法，这臭豆腐比起那家的味道也是不遑多让的。周掌柜的，你果然有一套，快告诉兄弟你是怎么弄的。哎呀，我这几天你也看见了，生意差的不行了。我告诉你，做你的白日梦去吧，这经商做买卖嘛，不就是这样吗？有好有坏啊，对不对？周老弟啊，咱们两人之间凑那100两银子的时候，老哥我可是觉得兄弟你这个人很实在，靠得住，所以有钱一起赚啊。再说了，这边境城里这么多人，如果就你一家卖臭豆腐的话，那也忙不过来，是不是？还记得前几天的时候吗？咱们两人不是一起赚钱，那样不就挺好的吗？一个人吃独食，容易撑到啊，周老弟。我呸，威胁我！吴老哥啊，不瞒你说，我又雇了2个伙计，都还挺机灵，手脚挺麻利的，人再多也能忙过来。不信的话，你明天就能看见了。周掌柜，你真要把事情做绝吗？你别忘记你之前说的话，一碗茶1个人喝足够多，2个人喝也能解渴。什么是我把事情做绝？这臭豆腐的制作方法你也知道，我自己修改了制作方法，你舔着脸来找我要，还在这里和我说什么1个人喝2个人喝的话，你觉得这合适吗？你吴掌柜的，你要弄清楚一点，之前我们俩人找苏掌柜的时候，花的钱是一样的，知道的事情也是一样的，我不欠你什么，明白吗？你大爷的，我必须要想出一个对策方法，否则的话，别说赚钱了，就连之前花的那50两银子都赚不回来了。夏掌柜你好，我有点事情想要和你商量。不好意思，我答应过周掌柜的，不告诉别人臭豆腐的腌制方法。这个姓周的真是可恶，他刚才竟然还在骗我，说他自己研究出来的新方法，原来是你告诉他的。是我卖给他腌制办法的。多少钱？我也要。吴掌柜，不好意思，我答应过周掌柜的，不会告诉任何人的，抱歉了。这买东西啊，都是越便宜的东西越好卖啊。东西不好吃，如果便宜的话，倒是也会有人不计较。其实吧，口感相差也不是特别大。虾哥，你个笨蛋！来旺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切法。什么意思啊，虾哥？你让开，把你手里的刀给我。难怪虾哥之前说厨艺，这真是一门艺术啊！怎么样，看清楚了吗？要切成这样，懂了吧？我知道了，虾哥，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？那个声音太好听了。这需要天赋，我以后教你。干活了，干活了，大家好好干活。我今天订了许多豆腐，3天以后就要更加忙碌了。掌柜的，你就不担心订的太多了，卖不出去吗？乌鸦嘴，怎么可能卖不出去？每天只有不够卖，赶紧干活了，等月底我给你们增加工钱。你想一个人吃独食？好啊，那咱们就看看臭豆腐10文钱10块，大家快来吃啊！什么？价格战终于要开始了吗？10文钱10块臭豆腐，难怪官人今天不卖臭豆腐了，根本就不会有人来这里买的。这个混蛋！掌柜的，我们怎么办？客人一下被那边抢走了那么多。降价，10文钱10块臭豆腐了，这里的味道更好吃。10文钱12块臭豆腐，他们在做什么？怎么突然就卖的便宜了？他们正在自掘坟墓。好，虾兄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臭豆腐只是一种小吃而已，它不是主食，不能算是每天的必需品，只能算是零嘴而已。所以当价格降低到一定程度以后，销售会出现一种不增反减的情况。官人，你的意思是，越便宜反而有可能会买的人越少？人的肚子是有限的啊！如果他们2人继续降价，一旦价格击穿了某个底线时，人们就不会买10文钱的臭豆腐了，因为太多了，吃不了啊，很可能会变成只买5文钱的臭豆腐，因为5文钱就足够吃饱了。虾兄说的极是，我们中午吃点什么？对了，你定做的那些火锅还没有做完吗？我都要等不及了。可能还要等2天左右吧。10文钱15块臭豆腐，掌柜的怎么办？我们还要继续降价吗？不降了。我们就10文钱12块吧。这老东西还挺狡猾的，不过再狡猾的猎物也斗不过猎人。一本万里，四季发财心好运，事事都往心欢喜，
苦顿创造新奇迹。恭喜恭喜啊！虾老弟的酒楼今天正式开呀，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老哥呢？我也好准备一些薄礼来庆贺一下。周老哥太客气了，都在一条街上，都是街坊邻居，不用那么客气。虾老弟，你这酒楼里为何有这么多古怪的锅呢？哦，这叫火锅，它是一种汴京从来都没有的新鲜食物。周老哥要不要进店尝一下？火锅？虾老弟，等我那边忙完，就来你这里尝尝这火锅是什么东西。好的，周老哥，慢走不送了。难道这火锅和这臭豆腐有关系吗？河底捞酒楼开业大酬宾了，从今天开始，臭豆腐免费赠送喽，1文钱不收，免费赠送。你说什么？臭豆腐免费赠送，分文不收喽。但凡进店吃火锅的客人，赠送臭豆腐10块，是免费赠送，分文不收。这免费赠送臭豆腐，他难道是脑子有问题吗？你为什么不要钱？周老哥，你这话说的就很有意思了。我想免费送，难道触犯宋国的律法了吗？掌柜的，真的是免费送臭豆腐吗？还有这种好事，免费赠送，童叟无欺，绝对免费赠送。只要进店吃火锅的客人，每桌赠送10块臭豆腐。火锅？这是什么东西？那些桌上摆放的是锅吗？掌柜的，你这火锅贵不贵？青菜一盘只要3文钱，牛羊肉一盘只要10文钱。各位，你们想想看，10文钱你们可以买到12块臭豆腐，但是在我这里，10文钱你们可以选择吃1盘羊肉或者牛肉，甚至还可以吃3盘青菜，同时还能吃到10块臭豆腐。这桌我先坐下来的。没关系，这桌子这么大，不能只坐你一人吧？大家别急，安静一下。我这里的火锅，只要是有地方坐的人，就都可以吃，大家不用担心自己吃不到，因为火锅是可以拼桌的。拼桌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比如你们几人，你们彼此都认识吗？你们现在肯定是心里想着，这就一口锅，你们6个人都坐在这里，该怎么吃？是不是很简单？这就叫做火锅。一会儿你们将各自点的食材放到这火锅里之后，个人吃个人点的食材就行了，这就叫做拼桌，懂了吗？老板，1盘牛肉真的只要10文钱吗？当然，童叟无欺。各位，你们先慢慢点菜，我先给大家点燃火锅。臭豆腐白送，分文不收喽。臭豆腐白送，此话当真？没错，是火锅送臭豆腐1盘。火锅？酒店里怎么这么多人？想要吃这免费的臭豆腐，那可不容易。这么多人，你根本等不上的。这倒也是，还是算了。哎，你是那醉云居酒楼掌柜的，是吧？是啊，你要吃臭豆腐吗？我哪里便宜啊？10文钱15块臭豆腐。10文钱15块臭豆腐，人家这里都白送了，你竟然还想骗我的钱？不是骗。再说了，你的臭豆腐太贵了，如果卖1文钱100块臭豆腐，我就买一点。1文钱100块，这怎么可能？人家都白送了，我愿意花1文钱买你的都不错了。掌柜的，这就是1盘羊肉吗？这就是1盘羊肉啊！可是这也太少了吧，而且还这么薄。这才是火锅的真正吃法。如果这羊肉片很厚，那就失去了鲜美的肉味。我教你怎么吃。真香啊，好吃！这火锅真是好吃极了。好香啊！这羊肉怎么感觉和以前吃的都不一样？这真的是羊肉吗？咋能这么好吃？掌柜的，我还要1盘羊肉。掌柜的，赶紧领我们上菜啊！大伙别急，你们先在菜单上选择好了菜，我才能给你们上啊！来旺，快点给大伙上臭豆腐。掌柜的，再给我上2盘羊肉，这羊肉也太好吃了。对不起啊，我这里的羊肉是限量供应的，一个人最多只能点2盘。限量供应，一个人最多只能点2盘。掌柜的，凭什么一个人最多只能点2盘？你这羊肉这么好吃，为什么不多卖给我们一些？大伙别激动，各位，相信你们也看见了，我这里的羊肉是非常薄的，并非是我吝啬，而是这羊肉如果厚了，在这火锅里面烫一下就熟不透，吃起来就不会有这样的口感和味道。不信你们问问他们，你们觉得这羊肉和以前吃到过的味道一样吗？不一样。这羊肉这么薄，切起来是非常困难的，所以没办法让大家敞开肚皮尽情品尝美食。但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够吃到，我只能是做出来这样一个困难的决定，就是每个客人最多只能吃2盘羊肉。这个混蛋竟然又弄出来了新鲜的食物，活该！哈哈哈！送货的来了，周掌柜啊，周掌柜，你前几天春风得意时，肯定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吧？什么？不要了，周掌柜的，没有你这样开玩笑的吧？各位掌柜的，听我说一句，我不是说不要了，而是你们来看看，我这里的臭豆腐今天根本就没有卖出去。周掌柜的，你卖不出去，那是你的事情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对呀，
我们只管负责给你送豆腐，至于你能不能卖出去，那是你的事情。你既然都卖不出去了，昨天还和我们签订协议，让我们把磨出来的豆腐全部都给你送来，你是在逗我们玩吗？有好多老顾客今天来找我买豆腐，我都没有卖给他们呢。各位掌柜的，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，我卖不出去，也没有钱给你们啊，对不对？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周掌柜的，反正豆腐我们按照协议已经给你送来了，你别说你的难处，那和我们没有关系。你如果不打算给钱，想要赖账的话，那我们就只能是去找官府报案了。没错，咱们走，找官府去，反正有协议在手，这姓周的抵赖不了。哈哈哈，好，苏掌柜的，你们等一下，别去报官，咱们再商量一下行不行？不好意思，各位客官，店里的所有食物都已经卖完了，想吃的等明天再来吧，真是对不起了。对不起啊，大家，今天都卖完了。哎呦，夏哥，累死我了，我胳膊都抬不起来了。于和，先睡一会儿。睡醒了再数吧。没关系的，官人，你先去躺椅上睡会儿吧，我一会儿数完了再一起睡。官人，怎么了？你猜我们今天赚了多少银子？差不多有20多两，剩下的我还没数完呢。不错，挺好的，得再请几个人过来帮忙了。不行的话就找王夫人，让狗爷把她府里手脚勤快的下人弄几个过来帮忙。是啊，官人，我也是这样想的，仅仅凭借我们3个人，实在是忙不过来。对了，你中午看见王夫人来了吗？我昨天还专门去邀请了她一下，只不过那会儿实在是太忙了，我都没注意她来没来。虾兄，出大事了！王夫人府上出大事了！出了什么事？我刚才从王夫人府邸那边路过，看见官府已经派人将她的府邸连同她的左邻右舍全部都封禁戒严了。现在那里只许进不许出。我打听了一下消息，似乎是王夫人府邸中出现了天疮病。天疮病？赵公子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这种事情我怎么敢随便乱说？天疮病，这病很可怕吗？非常的可怕。得了这天疮病的人会发高烧、呕吐，最重要的是全身都会起水痘，是那种密密麻麻的水痘，特别的害人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王夫人这么好的人，为什么她的府邸里会出现这不祥邪恶的天疮病呢？这不可能，赵公子，你肯定是弄错了。嫂子，这是真的，我没说假话。赵公子，王夫人性格温柔和善，对府上所有人都很好，每个下人提起她都是十分感激的。王夫人她不会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的。嫂子，并非是我胡乱猜测，而是这天疮病自古以来一直就是这样的，只有那些胡作非为，或者是才会家里出现这天疮病的。王夫人当年可是赫赫有名的明珠才女，追求她的才子无数，而她偏偏选择了王公子，再加上新婚之夜，王公子就离奇的病，随后更是一病不起，很快就逝世了。当年就曾经有人私下里说她克夫，加上这天疮病又偏偏发生在她的家里，而她又是一个寡妇。原来如此，俗话说得好，寡妇门前是非多。王夫人不但长得漂亮，还是才女一个，私下里嚼舌根子的人那自然肯定不会少的。天疮病发病了以后是发高烧，浑身起水痘，这怎么好像在哪里听说过？没错，就连脸上也都是密密麻麻的水痘，非常害人。这是天花吧？确实也有人管这天疮病叫做天花，不过这是比较文雅一点的说法。天花这种疾病在古代的确是十分害人的传染病，一旦被传染了，要么就是凭借自身免疫力抗过去，要么就是嘎了。后来研究出来了疫苗，才将天花消灭掉了。但是在没有研究出疫苗之前，好像国外有个医生研究出来了一种方法，可以让人体产生对天花的抗体，具体方法是什么来着？哎，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。我去喂牛了。牛痘，我知道了，我明白了。天花这种病毒不会凭空出现的，大黄牛的牛乳位置出现溃疡、水痘，这就是牛感染了天花病毒，出现了牛痘，肯定是王夫人府邸里的下人在挤牛奶的时候被感染了。虾哥，你在胡言乱语说什么？我今天赶过来可不是看你发疯的。你还记得我们俩人昨日去过王夫人的府邸吗？虽然没有进去，但是这件事情切记可不能说出去，要不然你我俩人恐怕也会被官府暂时羁押起来的。没错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们昨日去过王夫人的府邸，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可能会传染上了这天花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虾哥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我做人堂堂正正，怎么可能会受到上天惩罚呢？哪有什么上天？官人，你可别乱说话。
赵兄，多谢你前来告诉我这个消息，要不然恐怕我们俩人还真有可能被传染上这天花呢。我做人堂堂正正，你少在这里胡言乱语。赵兄，你就真的相信这天疮病是上天的惩罚吗？官人，王夫人那么好的人，她怎么可能会做那些乱七八糟、见不得人的事情呢？我才不相信这是上天的惩罚，一定是老天爷弄错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所以老天爷派我这个上天的使者来到人间，前来拯救王夫人。官人，你可别胡乱说话。我想明日去南山寺替夫人烧香祈祷，希望能保佑她。我相信王夫人肯定会没事的。最早的牛痘接种法其实非常简单，用小刀片将牛痘划破，蘸上一点牛痘浆，然后在人的胳膊上划出1到1公分的伤口即可。目的是让牛痘浆中的病毒进入人体内，产生对于天花病毒的抗体。我先走一步了，切记，我们昨天2人曾经去王夫人府邸门口的事情，千万不能说出去，否则我们2人也会有可能被暂时禁足。稍等一会儿，赵兄，你现在不能走。为什么？这天疮病是一种传染病，所以以防万一，我们必须得先预防一下才行。我们2人昨天去过王夫人的府邸，虽然只是门口，那也有可能被传染上。那不可能，虾哥，这种玩笑不好玩。我赵晓峰做人堂堂正正，洁身自好，上天怎么可能会用这种方式惩罚我？赵兄，这不是什么上天的惩罚，这就是一种病而已。恰好我知道这种病的预防方法，不仅仅是你我，就连他们2人也要进行预防治疗。预防治疗？虾哥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快放下刀子！就算我们不相信你的话，你也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威胁我们吧？你胡思乱想什么呢？你们跟我来后院。不去，我还有事。赵兄，你觉得我会害你吗？虾哥，你我可是朋友，你自然肯定是不会害我的。赵兄，听我一句话，你跟我来，我保证不会害你的。但是我怕你今天走了以后会后悔，明白吗？好。来旺、雨禾，你们2人跟我来后院。虾哥，官人，虾哥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虾哥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这黄牛不过就是牲畜而已，你就算刺他一刀，也不需要再划自己一刀来向他道歉吧。我向他道歉，亏你这个蠢货能想出来。官人，你没事吧？没关系的，就是一点小伤口而已。那官人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其实，在赵兄刚才过来之前，我在躺椅上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有一个浑身冒着金光、看不清相貌的人告诉我，天花肆虐，威胁他子民的生命安全，所以他将治疗预防天疮病的治疗方法传授给了我。这个浑身冒金光的人说，他在9楼后院的大黄牛身上种植了许多水痘一样的牛痘，只要将这牛痘挑破，然后在自己胳膊上划开1道小伤口，将牛痘里面流出来的东西涂抹在自己伤口上，从此就不会再得那天花病了。结果赵兄就突然跑来说了天疮病的事情，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，难道这梦是真的？来到后院仔细看了看这大黄牛，发现他身上果然出现了许多牛痘。所以你就相信了，这就是你刚才说你自己是上天使者的原因？没错。官人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傻丫头，我还会骗你吗？我给你也预防一下，这样以后就不会得天花病了。虾哥，我也要预防。虾哥，你确定你是认真的？真的是上天给你托梦了，是吧？如果没有这回事儿，我会这样做吗？就是因为你这样做了，所以我才有些相信了。但我想不通，为什么上天会选择你作为使者而不是我呢？我好歹也算是玉树临风，风流倜傥，比起你强了许多。你大爷的，真是什么时候都不忘记给自己脸上贴金装逼啊！那有可能是因为你刚才没有睡觉的原因。对啊，为什么我刚才没有睡觉呢？牛兄好，我叫赵晓峰，今日一见，牛兄果然是一表人才，是一表牛才，威武不凡啊！赵公子，他是头母牛。怎么不早说？你也没问我啊。虾哥，真的是这样就行了吗？没错，可能在接下来3到7天时间里，你会有些食欲不振，或者还有点发烧，但过了这几天后，你就会恢复正常了。而别人恐惧谈之色变的天疮病，你终生也不会得了。虾哥，你确定吗？我过几天会去王夫人的府邸中，如果我没有100%的把握，你觉得我会去送嘎吗？官人，你要去王夫人的府邸吗？没错，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这位将军你好，我想进去一趟。你可知道进去了以后，想要再出来的话，那就得等到1个月以后了。虾哥当然知道，虾哥前几日做了一个梦，有上天托梦于他，传授了他治疗这天疮病的方法。他这次进去是解救明珠才女的。你说什么？上天托梦于他？你可有什么证明？
当然有，这头牛就是证明，它可是神牛。那天疮病传染不了我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这位将军，我可以进去了吧？虾公子，我劝你想好了，你如果进去，那就只能等1个月后才能出来了。这期间如果发生意外的话，那就是会失手不保，得了天疮病儿卡的人都会被烧掉。我已经想好了，让虾公子进去。虾公子，他这是专门来救我的吗？这一瞬间，诸多想法在他脑海里闪现。虾人的笑容，在王夫人眼里，竟然和他心里一直惦念的那个人，居然莫名其妙的重合在了一起，泪水也不知在何时悄悄的充满了眼眶。这样就行了吗？下一位。虾公子，这治疗方式如此简单，难不成是因为这神牛吗？方法的确是简单，但只要有效就行了，不是吗？这倒是。王管家那边他怎么办？我去看看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。我和你一起去。你暂时不能去，你得等到3、5天以后，经历过1次发烧，恢复了以后才能去。好。狗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狗爷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来。虾公子，你怎么了？那床前有块砖头是活动的，下面有我藏的钱。都到这时候了，这家伙竟然还在惦记着他的钱，而不是关心自己还有没有救。狗爷，你放心吧，你的钱我会帮你交给你家人的。不是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要把钱给我？你帮我把钱拿出来给我，我再看一眼。狗爷，这钱还是留着你自己以后看吧，我先去给你弄点吃的。你先给我看一下。虾公子，王管家他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他现在情况很好，就是有些饿得慌。我倒是忘记了这件事情。不过就连我这几日也都没心思吃饭，更别提那些下人了，肯定不会去理会他的。夫人，你的确是瘦了许多。对了，王管家有没有性命之忧？暂时不太清楚，上天只传授了我怎样预防，只要按照刚才那个方法预防了以后，即便再接触得了天疮病的病人，也不会得病。但已经得了这天疮病的病人，我也不知道该怎样治疗。原来是这样，也不知道王管家能不能躲过这一劫。王夫人，虾公子，你有话就说吧，我这府中这么多人都是你救的，你想说什么，想问什么，就尽管直言说就是了。狗爷，开饭了。虾公子，你不担心会得病吗？放心吧，你不会传染给我的。谢谢虾公子了。王夫人，王管家现在已经好多了，只要休息几日，或许能够捡回一条命来。夫人，没事的话，那我就先去休息了。虾公子，我辛苦虾公子了。这世间的一切，真是命中注定吗？虾公子，这面看起来很是有食欲，我想尝尝。夫人不嫌弃就行。好香的面啊！这面叫什么名字？拉面。拉面，这名字好，还十分贴切。1个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，官府对王夫人府邸的封禁也解除了。至于这1个月中王夫人和虾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，就需要大家自己脑补了。王夫人，你没事就太好了，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担心你呢。雨禾你好。王夫人，你好像胖了许多呀。的确是胖了一些。官人，你没事就太好了。于和，我都说了，你不用担心。我早就知道虾兄肯定会没事的，我还没吃够那火锅呢。虾兄万一要是有事的话，那我岂不是吃不到了？我去你大爷的！虾公子，我代表府内众人感谢你，多亏你，才让我们府内众人免于疾病。夫人，你太客气了，这都是应该做的。就这样吧，我先回家了。公子慢走。夫人，等明天去我们酒楼吃火锅呀。好的，雨禾，我一定去尝尝。等一下，不能进去。为什么？这个吃货又要搞什么幺蛾子？来旺，你将神牛大人送回酒楼后院去，你不能这样回家。那天疮病毕竟是上天降下的惩罚，虽然有了防治方法，但你身上难免会沾染一些污秽的东西，带回家里是不吉利的。我忘记这件事情了，官人，我们去买点炮仗回来驱邪。用不用在门口再摆个火盆？放完炮仗，我再从这火盆上跳过去。什么是火盆？辟邪啊，哪来那么多规矩？真的要放炮仗的。那好吧，去哪里买？自然是城外了。这次多买一些，明天在酒楼门前也多放点，要不然没有人敢去你酒楼吃饭了。对了，那醉云居酒楼最近怎么样了？已经转让了。这么快？是啊。那姓周的跟7、8个磨坊掌柜的签订好了协议，结果你这里臭豆腐免费送了以后，大家都嫌弃他卖的贵，从10文钱15块变成10文钱30块都没有人买，都是只肯买2、3文钱的。他没有钱给那些磨坊掌柜的赔，只能是将酒楼转让了。冠师，这屋里怎么这么冷？2位公子是要买炮仗吗？要多少？是啊，你这里有多少？掌柜的，你这屋里怎么这么冷啊？
我怎么忘记这个东西了？消食可以制冰啊，弄点消食回去制冰，将羊肉冻起来，切起来不就方便了吗？虾兄，你在明珠才女府中住了那么久，身上沾染污秽的东西肯定不少，我看至少得要买50节炮仗才行。我去你大爷的！你身上污秽的东西才多，你这里的消食卖不卖？你是大夫，要拿这消食回去做药吗？什么是消食？这东西就是药堂里面有消食吗？当然有啊，我这里的消食都是北方运过来的，有一些卖给药堂了，剩下的这些消食不咋好，才拿来制作炮仗。你们要50节炮仗是吧？这就给2位公子装起来。你这里有消食吗？有啊，怎么？你头疼吗？这消食治疗头疼效果非常好，我另有他用。你这里消食多吗？倒不是甚多，应该够你用了。这消食都是那些药材商人送过来的，这些应该够你用了吧？那些药材商人手里的消食多不多？这些难度还不高。公子，你要这么多消食做什么？自有妙用。好吧，应该是有许多。这东西的用量很大，我之前见过那些药材商人，都是一车一车的拉过来。那请许大夫联系一下药材商人，我需要2车消食。牛兄啊牛兄，我得占用你的一些地盘了。夏掌柜的，你确定要盖这样一座房子？要盖的房子实在是太怪异了，只留一扇门，不要任何窗户，哪怕就算是牢房，至少也留一个窗户啊，要不然怎样采光？没错，就是这个要求。放心吧，钱一分不少的都会付给你们的。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快，越快越好。官人，这个冷库已经晾晒2天了，今天是不是就可以了？一会儿看看。来旺，早上我让你把房间里按我的要求铺好棉被，你都铺好了吗？虾哥是不是傻了？给房子铺棉被，怕这房子冻坏吗？已经铺好了，虾哥。虾人在冷库的地上摆了10几个大盆，他跟来旺2人提着1桶桶水倒入大盆中，然后将一块块消食放入大盆里，随后又找来10几个较小一些的盆，倒入1半的水后，将小盆放入大盆中。官人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制冰。虾哥，你是不是没有睡醒？你看我像是没睡醒的样子吗？但你在说胡话啊！这大夏天的怎么可能会结冰呢？就你聪明，赶紧干活。官人，难道只要把水和那个石头放进屋子里，就真的能结冰吗？能啊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虾公子，狗爷是来吃火锅吗？你自己找个地方坐啊。虾公子，我不是来吃火锅的，要不然你先忙着，等你一会儿不忙了，我再和你说。狗爷，说吧，什么事？虾公子，你叫我二狗子就行了，狗爷这样的称呼以后还是别叫了。二狗子，狗爷名字不过就是一个称呼而已，叫什么其实都一样的。怎么，你不想在王夫人那边做工了吗？虾公子果然聪明，我的确是有这样的想法，不知道虾公子愿不愿意收留我？我也没什么太高的要求，只要能赏我一口饱饭吃就行了。你来我这里做工，王夫人知道吗？我还没有和夫人说。我知道了，狗爷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，我得考虑几天才行。虾公子，我手脚还算勤快，这厨房里面的活计，我前些年在王夫人府邸中也曾经做过，你就把我留下来吧，好不好？狗爷，你是王夫人的人，我得征求她的意见才行。你毕竟是她的管家，所以这事儿我得好好考虑一下。但王夫人已经不希望我留在她府中了。狗爷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你可有什么依据吗？王夫人可曾经对你说过吗？是我这样觉得的。你看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猜测而已，猜测又怎么能算数呢？狗爷，你还是先回去吧，这事儿我考虑一下，怎么样？好吧，虾公子，那你有消息了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啊。没问题。官人，为什么不把狗爷留下来啊？反正我们这里也缺人啊。于和，你不懂。没错，其实我也想把他留下来的，但不能是现在。那是为什么？人往往对轻易得到的东西不会太过于珍惜的。王二狗他今天也看见了，我们酒楼的确很忙，需要人来做工，但如果他刚才开口，我就顺势答应下来，那他心里就不会有感恩之情，反而会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他会想，因为我们缺人，所以我们需要他。官人，的确是这样的。所以我如果刚才答应他，这家伙来了以后，只要有了机会，他肯定会偷懒耍滑的。我得让他明白，这活计可不是他随便得来的，而是好不容易才有了这样的机会。只有这样，狗爷才能老老实实、认认真真的干活啊！明白了？官人，真的结冰了，真的结冰了。是啊，你现在相信我之前说的话了吧？官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会结冰啊？因为这些消食的原因。消食为什么会把水变成冰呀？官人，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神灵托梦告诉我的。官人，神灵又给你托梦了？不是又，
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说，听见了吗？不是神灵又给我托梦了，而是上一次托梦的时候告诉了我许多事情，你明白了吗？好了，抓紧干活吧。这一次的味道不错。的确，这汤的口感很好，味道和那海底捞酒楼的火锅几乎没什么区别了。我也觉得差不多。其实这火锅关键的东西在于这锅里的汤，那姓夏的竟然是拿骨头来熬汤。我们之前怎么就没有想到了？那小子的确是很滑头，但也的确能想到许多我们想不到的方法，就比如之前那臭豆腐，其实非常简单。吴掌柜了，话不能这样说，那臭豆腐的确很简单，但你和周掌柜了，不是照样也被骗了吗？和掌柜的，你说那姓夏的是怎么想出来这些方法的？熬骨头汤，骨头这东西从来都没有人要，都是直接丢给狗吃了，要么就扔掉了。他竟然把这些东西变成食物。如果不是吴掌柜了，每天跟着他去集市看他买东西，我们也猜不出来这汤是骨头熬制出来了。许多食物都是这样了，你没有想到，别人想到了，那就可以做出来新鲜的东西。比如那臭豆腐，还有做火锅，设计了真是别出心裁，十分精巧。但是做火锅还是有一个缺点了。什么缺点？到了夏天时，做火锅都太热了，像是现在天气开始慢慢转冷，吃做火锅就最恰当适合不过了。对啊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？吴掌柜了，有个朋友想要见你。哦，谁？是你？吴兄弟，别来无恙啊！哼，这不是周大掌柜吗？真是稀客啊！周大掌柜发大财的时候，可是连我睁眼都不看一眼的，今天竟然喊我吴兄弟，真是意外啊！吴老弟，没必要这样，做生意嘛，要多交朋友。周大掌柜这样的朋友我不敢交啊！当初买那臭豆腐制作方法时，周大掌柜说的很好，后来一转眼就把我甩到一旁了，真是好朋友啊！吴兄弟，大家做生意都是为了赚钱，我知道你心里恨我，但我问你一句，假如当初把我换成你会将腌制臭豆腐的方法告诉我吗？吴老弟，周掌柜了说了没错，同样的事情，别说是放在你身上了，哪怕就算是放在我身上，我也肯定不会告诉你了，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周掌柜已经将腌制臭豆腐的方法告诉了我们，今后大家都可以和海底捞酒楼一样，用免费送臭豆腐这一招，吸引客人到咱们的酒楼里吃火锅。哦，你将腌制的方法告诉大伙了。吴老弟，其实你不用恨我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我们俩人之前卖臭豆腐时，只要我早点收摊，你这里也还是有生意的，对不对？而真正让我没有生意做的人，是那姓夏的，不是我啊。所以如果我们俩人之间还在闹矛盾的话，那最终看笑话的人其实是那虾人。你说的没错，在这虾人没有出现之前，你们有谁见过爆米花？有谁见过臭豆腐？还有谁见过做火锅？对。边境的酒楼越来越多，饭菜却几乎都是一样了。别说是客人了，就连我都吃腻了。这虾人出现以后，捣鼓出来这么多稀奇新鲜的食物，若是好事，我们只需跟着他学，他卖什么，我们也卖什么，就会赚到钱了。就比如那羊肉，他一盘羊肉只有几片，就卖10文钱，那我们可以便宜一点，一盘羊肉比他多一些，但我们卖9文钱，难道还怕赚不到钱吗？有道理，和掌柜的果然还是你考虑的周到仔细。怎么了，夏哥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少废话，把这些都收拾到墙边上去放好了。夏哥，这羊蹄子不丢出去喂狗吗？你懂个屁！这可是好东西，你都给我放好了，少一只羊蹄子，小心我剁你1根手指来补偿。夏哥，这羊蹄子每天在羊粪上走来走去，也是好东西，多脏啊！什么多脏啊？赵公子，我说的是这羊蹄子。哦，这不是喂狗的东西吗？咦，这房子盖好了，我进去瞧瞧。虾兄，这里面怎么这么冷啊？冷库自然肯定冷啊！我是说这里面为什么如此冷？赵公子，这里面有很多冰块。很多冰块？哪来那么多的冰块？这天气能结冰？来旺，你小子是不是没睡醒啊？赵公子，真的，这是虾哥昨天弄的。真的，虾兄，这里面真有冰块。怪事，这里面竟然真的有冰。虾兄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天气怎么能结冰？这是上天托梦告诉我的，不能告诉你。雨禾，我昨天和夏公子说的事情，他考虑好了吗？狗爷，昨天我家官人在酒楼忙了一天，我也没问他。我家官人可能想要找赵公子帮忙，雇一些人来做工。雨禾，我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你以前在王夫人府中做工时，我也从来都没有为难过你，对不对？你就帮我一个忙吧，行不行？你和夏公子说一声，让我来给你们做工帮忙，好不好？狗爷，我一会儿就和官人说，你就放心吧。好的，雨禾，那就谢谢你了啊。对了，
雨禾，还是我来炸这臭豆腐，你叫我就行了，你在旁边休息一会儿。狗爷，雨禾，叫我二狗子就行了。呵呵，什么狗爷不狗爷的，听起来太见外了。你坐着休息一会儿。吃火锅了，吃火锅送臭豆腐了，吃火锅免费送臭豆腐，一盘羊肉8文钱，青菜2文钱。咦，那边也有火锅卖了，过去看看。好啊，在这里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，过去看看。狗爷，你先在这里守一下，我去那边看看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官人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要不然咱们也跟着降价吧。掌柜的，为什么你这里的羊肉价格优惠分量还这么少？是啊，说的是一盘子羊肉，实际上就只有几片而已。人家古丈居酒楼的羊肉不仅比你这里便宜2文钱，羊肉也比你这里多。这酒楼也太黑心了。走，我们去其他酒楼吃火锅去。是啊，其他酒楼也是送臭豆腐，不论是菜和肉都比这里的便宜。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？其他酒楼的火锅也都和这里的味道差不多。走了。大家别走啊！于和，不用管他们，这些人是托。什么是托？这些人不是真正来吃饭的，而是来捣乱的。虾熊，我觉得你这里也应该降价了。降价就是你的主意吗？是啊，其他酒楼都有老顾客，大家都卖火锅送臭豆腐的情况下，那自然是哪家便宜去哪家吃啊！你不降价，恐怕客人只能是越来越少啊！吃饭这种事情，不是哪家便宜去哪家吃，而是哪家味道好就去哪家吃。那大家都是卖火锅，臭豆腐味道能有什么区别？那当然有区别了。各位，从明天开始，我这里会推出2种新火锅口味，分别是麻辣火锅和三鲜火锅，欢迎大家明天来品尝。麻辣火锅和三鲜火锅，这又是什么新鲜的东西？各位，等你们明天来了就知道了。只见李大将军一声令下，几十万兵马向城池冲进，大地都在震动，周围全部都是呼喊声。这是在干嘛？虾熊，这是大伙在听说书人讲故事啊。他在讲李铁将军传奇，这一段我听过好几次了。说书人，你没听说过这李铁将军传奇的故事吗？这可是大宋国人尽皆知的故事啊！我以前一直都在家里埋头苦读，哪有时间来听这东西？虾熊，走吧，精彩的部分已经讲完了，接下来再听也没什么意思了。这李铁将军传奇我都听过几十遍了，就差倒背如流了。就你还能倒背如流？都听过几十遍了，那些人还听他作甚？这不是闲的没事干吗？这说书人也没什么新鲜的故事可讲，翻来覆去，来来回回，也就那几个故事。要是有新故事听该多好。对啊，我可以在店里说书用来吸引顾客啊。上辈子看了那么多电视剧，能讲的可不少。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今天我给大家讲个故事。讲故事？好啊，我最喜欢听故事了。话说汴京城外有一个牧童，在放牛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中年男子抓到了一条小白蛇，打算带回家杀蛇吃肉。这牧童当时就动了恻隐之心，用摘到的果子跟这中年男子交换，央求他放了这条白蛇。哀求了半天，这中年男子才终于点头答应了。没错，虾仁讲的故事就是他在上一世所看过的《新白娘子传奇》这个电视剧，当年播放时那可是万人空巷。这个神话爱情故事不知道吸引了多少痴男怨女，而许仙和白素贞这一人一妖的身份更是让观众如痴如醉。这白娘子修炼1000年，得观音菩萨点化，得知她还有一段恩情未报，于是领着妹妹小青两人来到了东湖旁边。那白娘子施展法术，辨别过往来人的前世是什么样的。有个斯斯文文的书生，白娘子施展法术看了以后，发现他前世竟然是个屠夫。我前世是做什么的？就在白娘子和小青两人找的都有些沮丧时，小青突然看见那东湖的桥上走出来一个书生，他手里拿着一把伞。小青眼睛一亮，对那白娘子说：“姐姐，你快看看这个人，他站在桥上，我们站在桥下，他岂不就是观音大士说的高人吗？”没错没错，的确有道理，我也猜到了，肯定就是。你们别说话，让虾公子继续讲下去。白娘子施展法术，果不其然，这个书生就是当年救他的那个牧童。时光荏苒，转眼1000年，当年的牧童这一世已经变成了一个翩翩书生。虾熊，接下来呢？快说啊！这白娘子终于遇到了她当年的救命恩人，然后呢？是啊，快说啊！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啊，讲完了，我还没有听够啊！虾掌柜，你再说一段啊，至少把他们相遇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说完啊，要不然我今天晚上都睡不着了。不讲了不讲了，今天太累了，就到这里吧。你这是什么故事？比那李铁将军传奇好多了。那肯定自然是好多了。这个故事名叫《新白娘子传奇》。虾掌柜，明天这故事还有吗？你明天什么时候讲啊？就是这个时间，欢迎大家明天再来听故事啊。完了，我今天晚上肯定回家睡不着了，我也是。你们说，这白娘子找到这书生以后，会不会以身相许啊？这怎么可能？
这白娘子可是蛇妖啊，那书生是人，人和妖怎么能在一起呢？诺诺，我觉得如果两人相爱，那么不论是人也好，还是妖也罢，都可以在一起啊。夫人说的对。虾兄，这里没有人，你快告诉我，那白娘子找到书生以后，是不是就嫁给他了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，虾兄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你是不想告诉我是吧？不知道，欲知后事，下回分解。反正这里也没有人，你先给我透露一点点呗，要不然我今天就跟定你了。你去哪我就去哪。幸福美景3月天内，春雨如酒，流如眼泪。5年前你来相会，无缘对面手难牵。1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年修得共枕眠。何掌柜，这情况有点不太对劲啊！你看河底寮酒楼前竟然有这么多人。呵呵，不要慌，肯定是因为那麻辣火锅和3鲜火锅来了。你们都来了，虾兄还没来吗？诺诺，什么白娘子和书生？你们在聊什么啊？是昨天虾公子讲了一个故事。故事？一个厨子还会讲故事？这什么白娘子和书生的故事？难道比那李铁将军传奇还要好听吗？比那好听100倍。这白娘子是蛇妖，还会法术脸，还能看到别人的前世今生。何掌柜的，他们聊的什么蛇妖啊？鲍乐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这麻辣火锅里面还有蛇妖？不可能吧？是不是3鲜火锅啊？毕竟蛇肉也算是新鲜，占了一个鲜字啊。虾掌柜来了，来了，终于来了。哎呀，我都等得着急死了。虾兄，你快点，没看见这么多人在等你吗？快点！急什么啊，赵兄，我这里是酒楼，不是听故事的地方，麻烦你先点火锅，等我一会儿忙完了，自然会讲的。那就给我来个麻辣火锅吧，我尝尝这味道有什么不一样。周掌柜、何掌柜，你们俩人别来无恙啊！这俩货是又想山寨我的麻辣火锅和3鲜火锅。虾掌柜，生意很好啊。客气，都靠周掌柜你们捧场啊。虾掌柜，什么时候讲故事？快点啊，我都等不及了。来了，昨天讲到哪里了？白娘子看见桥上那个书生，用法术发现书生就是当年救她的小牧童。哦，白娘子认出来了，当年的救命恩人，一时间心跳如小鹿一般乱蹦。此时的河底捞2楼的一个雅间里，来了一个10几岁、相貌姣好的少女。小青见白娘子，早就芳心大乱。为了测试这书生的人品，她取下白娘子头发上的金簪，施展法术，让这金簪落到那书生的面前，看看他会不会将这金簪偷偷的占为己有。周掌柜的，怎么了？你们还要加菜吗？不要了，那就麻烦你们腾个地方吧，还有人在等着呢。怎么，虾掌柜的，我们虽然不吃了，但能在这里坐一会儿，休息一下吧。不吃了，赶紧走！你这是咱的茅厕不拉屎，我们还等着吃呢。就是一边吃火锅一边听故事，这才带劲呢。虾掌柜，谁说我们不吃了？再给我们上5盘羊肉。好嘞，各位客官们，大伙也都看见了，今天客人挺多的，所以请大伙吃完以后，如果不吃了，那就给别人让个位置。是啊，虾掌柜说的没错，吃完了就让位置。想要听故事，站在旁边听也可以。虾掌柜，我这里也加2盘羊肉，我这里也要。好不容易有空站在旁边听一会儿白娘子传奇的故事，这些家伙又要加菜。你们把这些菜都吃了吧，然后再加一些菜。谢公主殿下赏赐。那许仙连忙打开雨伞，看见小青和白娘子2人躲到树下去避雨，连忙将伞送了过去。这时湖面上飘来一艘船，3人冒雨上船，船夫一边摇船一边唱了起来。然后呢？那船夫唱的什么小曲？幸福美景3月天内，春雨如酒，流如眼泪。5年前你来相会，无缘对面手难牵。1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年修得共枕眠。这首词很美啊，还有这曲调也很新奇特殊啊。这都是什么曲调？不伦不类，乱七八糟。虾掌柜，你这都是什么淫词艳曲？你大爷的！我好不容易唱的有了几分感觉，谁在这里打扰我 K 歌的雅兴？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唱这样的内容，还什么1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年修得共枕眠，真是不知羞耻。你闭嘴！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
诺诺，我哪里胡说了？难道他唱的这曲子还不算是淫词艳曲吗？楚生公子，这词分明是描述了美好的姻缘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手难牵，1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年修得共枕眠，这多么好的一首词曲，咋就不知羞耻了？是啊，楚生楚公子，你可是举人，难道连鉴赏能力都没有吗？你看看在座众人，除了你，还有谁认为这是淫词艳曲了？呵呵，这种水平还是举人。这人是傻子吗？公主殿下，我看这人8成是读书读傻了。这人真讨厌，正听得高兴呢，被他扫了兴。你们几个记住他的样子，等会儿带他出了这酒楼，好好揍他一顿。是，这分明就是淫词艳曲。虾兄，你别理他，这小曲虽然调子有些怪异，但听起来还是蛮好听的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欲知后事，明天再说啊！这样就没了，真是吊人胃口啊！我看都是在姓楚的乱喊，打扰了夏掌柜继续说下去。如果不是他的话，至少这小曲肯定是能听完的。要不是他是巨人，真想打他一顿。诺诺，我们走吧，反正也吃饱啊。要走你自己走，我不和你一起。你们2人去把他教训一顿。是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我是举人，你们敢动我一下试试？信不信我报官府抓你们坐牢？什么狗屁巨人，打的就是你！诺，这是赏你的，谢谢姑娘赏赐。明天还有那白娘子的故事吗？有啊，欢迎姑娘明天来听。好，还是做有钱人的买卖舒服，不过像是这种出手阔绰的狗大户，平时也难得遇到一次。虾公子，王夫人有什么吩咐吗？我怎敢吩咐虾公子？我就是觉得你唱的那个曲子里面的词真的是太好了，这词都是你做的吧？没错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手难牵，1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年修得共枕眠，这几句真的是太好了。王夫人，我想请你帮忙，王管家能不能来我这做工啊？他的刀工很好，能帮上我的忙。每天客人太多，我实在是忙不过来。王管家，行啊，没问题。那就谢谢王夫人了。不客气。对了，虾公子，你明天可以多讲一些白娘子的故事吗？好啊，之前想的没错，在这个文化娱乐匮乏的年代里，一个新鲜的故事对于人们的吸引力是难以想象。夏公子，怎么了？狗爷，你以后就是河底捞酒楼的大厨了。谢谢夏公子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干的。好好干。行了，你去忙吧。好的，夏公子。这3鲜火锅的汤汁调配其实并不复杂。没错，我们明天就能拿出来同样的3鲜火锅。那故事呢？那白娘子传奇的故事很吸引人。我今天特意观察了一下，客人明显都多点了菜，吃的时间也变长了。没错，那白娘子传奇很精彩。不过还有一件事情，河底捞酒楼的羊肉很薄，这个薄度把羊肉下锅里一涮就熟了，味道强于我们的羊肉煮熟时间长，导致肉都有些老了，味道不好。我注意到了，他的羊肉是冻住的。真是怪事，这天气怎么能把肉冻住呢？这小子总是能弄出来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虾兄，大清早的怎么了？天都亮了还不起床吗？快点去酒楼讲故事了。来了，虾掌柜，我们都等你好久了，快开门吧。别挤我的鞋，谁踩着我的鞋了？门都要挤掉了。公主殿下，那酒楼好像已经没有位置了。你去我昨天的那个包厢里，把这锭银子给那里面的人，让他给我把包厢腾出来。他们是怎么进去的？这位大哥，刚才上楼的那些人是花钱买了你的位置吗？没错，给了我5两银子。这么多？是啊，怎么你也没地方吗？没办法，挤不进去，那就只能是在这里站着了。姐姐，你想办法啊。这怎么想办法啊？总不能让虾公子把里面的客人撵出来吧？我出100文，有人愿意给我让个位置吗？100文一个位置？没错，100文。我的位置给你，我也出100文。诺，我们也买个座位得了，反正100文的价格也不贵。大宋国的第一批黄牛党就这样诞生了。当然，这其中也有虾人的一份功劳。100文一个位置，套他猴的，这些钱都该是我的才对。虾掌柜，快点开始讲吧。就是我都等不及了。大伙别急，先点菜，我等把菜给你们都上了以后再开始讲。不过就是一个无聊的故事而已，这些人都是疯了吗？那船夫和小青2人对唱了一首歌之后，白娘子和许仙2人相互对视，含情脉脉。在狭小的船舱中，2人身体不免有些接触，这每一次的接触让许仙的心里酥酥麻麻的，恨不得这船只这辈子都到不了对岸。我呸，下楼！这么下流的故事，也就只有这些没文化的人才会听得津津有味了。闭嘴！白娘子施法将一座破旧多年的破屋变成了一座新房，在红烛的照耀下，许仙用颤抖的手揭开白娘子的盖头，看见娇羞不已的白娘子，许仙终于忍不住将旁边的红烛吹灭。
今天有点累了，就讲到这里吧。各位客官们，有个事情要通知大家一声，从明天开始，海底捞酒楼2楼的包厢不再对外免费开放了，只接受预定。当然，包厢是不收费的，只有最低消费。预定最低消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如果想要在2楼包厢就餐的客人，必须得消费至少5两银子的套餐才行。当然，我保证足够10个人吃饱。5两银子这么贵？那我们不上2楼包厢就可以了吧？另外，从明天开始，1楼将采用排号的方式，每天早晨我们会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给大家发放一个号码，然后凭借这个号码来酒楼就座用餐。这个办法好。对，我们也赞成。还有，从明天开始进入本酒楼就餐的客官们，每个人都有一个最低消费。哇，不上2楼也要最低消费？5两银子，谁能消费得起啊？不是5两银子，每个人最少要点60文钱的饭菜就可以了。60文钱？这个价格还可以接受。我平时一个人也要吃40-50文，60文倒是也不贵。掌柜的，明天能不能多讲一点？我尽量吧，小姐，不是我不想多讲，而是这话说多了，嗓子疼啊。明天那个包厢给我留下来，听见了吗？没问题。这是定金。虾公子，你很有做生意的头脑啊！谢谢夫人夸奖。夫人，你也是要预定包厢吗？我可订不起，5两银子太贵了。这样吧，你刚才不是说按照顺序发放号码吗？你能不能先给我一个号码？这王夫人是想走后门啊！夫人，这样好吗？虾公子，我们关系都这么熟了，不会连这点方便都不给吧？虾公子，那我先走了呀。这白娘子传奇的故事真是好听，你太讨厌了，每次到精彩部分你就停下来，人家晚上觉都睡不好。这算夸奖吗？睡不着觉，那就对了。你们每天都能睡好了，明天还会来吗？那李铁将军一声令下，欲知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这位公子，今天没啥观众，想听的话，明日再来吧。我知道，请问你怎么称呼？我姓毛，公子称呼我一声老王即可。老王，我刚才坐了一会儿，发现你这里没什么人啊。是啊，最近好多人都不来听了，听他们说一个什么叫做白娘子传奇的故事很好听，但我打听了一下，周围几个茶楼也没人听过这个故事啊。老王，这故事我知道啊。公子你贵姓？老王，你不需要知道我姓什么，我来这里是想要和你商量一下，我将这白娘子传奇的故事告诉你，你这里肯定听故事的人就多了。公子，你可是想要什么好处吗？公子，这白娘子传奇的故事，你可是想要卖给我？你能出多少钱？这故事我也没有听过，也不知道比那李铁将军传奇的故事怎样。我保证，肯定比这李铁将军传奇故事精彩。不知公子想卖多少钱？10两银子。多少？10两银子？没错。那公子请便吧，这价格不如去其他地方问问吧。那你说个价？1两银子。这不可能，你还是继续说你的李铁将军传奇吧。2两银子。经过一番讨论，楚生每天去海底捞抄录白娘子传奇，送到老王的茶楼，每次50文，1天50文，1个月就是1两半银子，这也不错。来，别急，按照顺序开始放号了。我是第1名，快点给我号码。各位客官，我先声明一下啊，从今天开始，每天100个号码，各位没有抢到号码的客官们，想要在门口等着也可以，不过得等半个时辰左右。这么长时间？不好意思啊，没办法，要是觉得等待时间长，你可以去其他酒楼吃。100个号码很快就被发完了，抢到的人欢天喜地，开心不已；没有抢到的人心里又恼又郁闷，暗暗发誓明天一定要早点来。虾兄，我说的就是这处宅院。赵公子，这房子也太大了吧？大了才舒服。赵兄，这房子多少钱？150两银子，怎么样，虾兄？不贵吧？100多两银子，这还不贵？虾兄可是日进斗金呢，100多两银子，那还算事儿吗？不算事儿，但现在没有那么多钱。我知道，银子方面不用一次性付完，先付上180两就行，剩下的过了新年再给也是可以的。行，就这个院子吧。官人，我们有这么多钱吗？现在没有这么多。赵兄不是说了吗？我们日进斗金，这100多两银子算什么？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？这房屋的文书手续都在我父亲那边。虾兄，你要是决定好了的话，我就和我父亲说一声。好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快点去酒楼讲故事吧。公主殿下，我看见御膳房的主管了。他怎么会来这里？把他给我喊过来。公主殿下，你是要来这海底捞酒楼吗？是的，公主殿下。昨天太子殿下提了一下，说这城中有个海底捞酒楼，有一道菜名为火锅，甚是新鲜好吃，让我们御膳房准备一下。小人还是第一次听说这道菜，所以今个过来看看，顺便学习一下。这火锅确实不错。马主管，
你认真仔细学，我可是吃过好几次了。要是你以后做的火锅味道不对的话，小心我拿你试问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公主殿下，这火锅看来一定很好吃。许仙的姐夫就是官府的捕头，顺着线索找到了丢失的官银。各位客官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哎，又得等到明天了。你们掌柜的在吗？你是？虾掌柜，我是宫里来的。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是要你这火锅的制作方法。宫里，请问大人怎么称呼？可有什么证明身份的东西吗？看清楚了吗？马大人好，之前小民不知是马大人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请大人莫怪。无妨，不知者无罪吗？谢谢大人体谅。你这里火锅是咋做出来的？回禀大人，其实这火锅很简单。原来是这样，小虾，你这火锅有幸能够被圣上看中，可是光宗耀祖的事情，所以你不得藏私，要不然就是欺君。圣上怪罪下来，你就算是有10个脑袋，那也是不够砍的，知道了吗？大人说的没错，小民不会有任何隐瞒，千防万防，到最后被狗皇帝白嫖了。大人，这火锅也得需要打造才行。哎，这火锅却挺别致，搬走一个，让宫里的工匠按这个样式打造。这家伙倒是会省事，又白嫖我的锅。公子，在白娘子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吗？这好像很一般啊。绝对就是这样的。好吧，这是50文钱，公子辛苦了。客气，等明天我再给你写1期故事。好，早点啊。没问题。你这里也要讲白娘子传奇了？没错，记得明天来听啊。好。虾人刚将马主管打发走，紧接着就又来了2个不速之客。谁是掌柜的？2位大人好，我姓虾，是这酒楼的老板。虾掌柜是吧？我们是户部的，今天来是收税钱的。辛苦2位大人了，来旺，给2位大人端茶。不用这么麻烦了，你这酒楼需要缴纳税钱10两银子，你准备一下，明天我们来收钱。10两银子？你大爷的！刚白嫖了我的火锅，又收我10两银子的税。虾兄，准备好银子，我已经和我父亲说过了，你只需要暂时先拿出来50两银子，就可以搬家了，剩下的钱等你回头凑齐就行。就这样，虾人买下了这处豪宅。接下来几天时间里，沈雨禾变得异常忙碌。每天酒楼打烊了以后，沈雨禾就领着来旺和王二狗2人开始打扫收拾他们的新家。不论哪个时代，女人对于房子这东西都是一样的痴迷。河底捞酒楼的生意在这段时间也步入了正轨。在白娘子传奇故事的吸引下，每天都有众多食客来这里用餐听故事，河底捞酒楼也逐渐成了汴京城里最出名的酒楼。官人，大家还等着你讲故事呢。马上就来。雨禾，过几天我给你弄点好东西尝一下。什么好东西？就是这些东西啊，吃野草。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许仙被法海那老和尚困在寺庙中，白娘子苦苦哀求，法海却是戏弄他。于是白娘子一怒之下施展法术，引来山下的河水，要将整座寺庙淹没。这水漫金山寺的剧情，在虾人看来，算是白娘子传奇中最精彩的一段。为了讲好这个剧情，虾人昨天晚上还仔细回想了半天。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哎，又没了。虾老板能不能长点？你和你讲的故事一样短。翻白眼儿。虾掌柜，马大人，稀客，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你跟我进宫里走一趟。什么？马大人，请问是有什么事儿吗？你之前说的火锅牛羊肉的味道，不论是太子殿下还是公主殿下，都觉得味道不如你酒楼中的纯正。虾掌柜的，你这是藏私了，留了一手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马大人，您这可是冤枉我了，我绝对没有藏私。没有藏私最好。虾掌柜，我之前就告诉过你了，这火锅我可是要给宫里做的，那可是圣上亲自要品尝的。你如果藏私了，那就是欺君之罪，到时候圣上发怒，那你可就是要掉脑袋的。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到御膳房亲自做一顿火锅给圣上吃，如果味道不好，没人就得了你。马大人，问题是出在了这肉的厚度上，这肉切的实在是太厚了。太厚了？没错。马大人，有刀吗？我将这羊肉切得薄一点，你分别试吃一次，自然就知道这口感大不相同了。好。虾掌柜，羊肉要切薄这事儿，你之前可是没有告诉过我啊。马大人，你之前并没有询问过小人，这老奸巨猾、心思阴险的老东西，自己切肉厚了没发现，想甩锅给我。你之前去酒楼时，只是询问这火锅的高汤如何熬制，小人可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啊。好一个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那你的意思，这是我的责任喽？马大人，这不是你的责任，在小人看来，这只是一个误会而已。误会？是什么误会？这羊肉的厚与薄，只是味道的不同而已。每个人的口味不同，喜欢吃的薄厚度也不同。另外，许多酒楼也在售卖火锅，他们的肉片也是比较厚的，因为有些客人就喜欢吃这种较厚的，所以小人觉得这是误会。哦，你的意思是，其他酒楼中的火锅肉片比较厚？
是的，不信的话，马大人可以去其他酒楼试吃一下，就知道小人说的对不对了。这倒也是一个好借口。如果太子殿下和公主殿下询问起来，我这样解释，他们也不会见怪我了。你说的没错，的确是误会一场。来饮，宋霞掌柜出宫。谢谢马大人理解，小人这就告辞了。官人，这东西真的能喝？这怎么跟墨水一样？这是碱水。虾仁将前几天摘的凉粉草用水洗干净后丢到锅里，然后将刚才那一锅碱水倒进去，开始加火烧了起来。来旺，你在这里负责烧火，半个时辰后喊我一声哦。夏哥，时间到了，把火灭了吗？来，继续干活。虾仁来到厨房，指挥着王二狗和来旺两人继续进行了一次过滤。随后虾仁再次架起锅，待水沸腾了以后，将之前用红薯碾碎过滤出来的淀粉兑水倒入锅中，煮了几分钟后，将锅里的水分别倒入准备好的盆里。官人，这就是饮料吗？一会儿如果官人让我喝这个什么饮料的东西，我到底该不该喝？还差一点，来旺狗爷，你俩把这几盆仙草汁端进后院的冷库里。没错，虾仁要做的东西就是烧仙草。热热的火锅配合上冰凉的烧仙草饮料，那吃起来简直是爽的不要太舒服了。就是手上没有奶茶粉，要不然加上奶茶粉，味道会更棒。这段时间每天除了喝茶水就是白开水，虾仁早就喝的嘴里都淡出鸟来了。官人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差了。我回来的路上发现有一家茶楼也在讲白娘子传奇，里面人特别多，我们大多数的客人都跑到那茶楼听故事去了。你快想想办法吧。官人，你倒是想想办法呀。你急什么？官人，这能不急吗？那茶楼抢我们的生意啊！你这个小笨蛋，怎么可能？这白娘子传奇的故事是我讲的，他们怎么能抢走我们的生意？为什么？我还没有将这白娘子传奇的故事讲完啊！就算其他人讲，他们能讲完吗？对啊，官人，我实在是太笨了。你知道就好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只见天空瞬间飘来一块遮天盖地的黑云，那白娘子施展法术。预知后事，下回分解。怎么又是下回分解？我昨天来，你就是下回分解；今天来，还是下回分解。这后面的故事到底是什么？你倒是快点说啊！就是你是不是不知道接下来的故事该怎么讲了，所以拖着？喝底捞的虾掌柜，上次就是讲到这，他这几天没去酒楼，没继续讲。你也是讲到这里就停了下来，你就是在模仿虾掌柜。看来要听最新的情节，还是得去喝底捞才行。在这里是根本听不到后续的。大家莫急，明天一定就将后续的故事讲给你们听。公子，这后续的故事你到底什么时候能交给我啊？你也看见了，大伙天天催。你别急啊，我明天给你弄来就是了。你讲故事的时候可以稍微慢一点吧。慢一点？你交给我的故事就这么一点，我怎么慢啊？我每天已经很慢了。公子，我要的可是完整的故事，不是只有一半的故事啊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楚公子，瞧啊，就是这家茶楼在说白娘子传奇的故事吗？这里也没有人啊。客官是要听故事吗？今天已经讲完，两位如果想听的话，明日早点来，我这有上好的茶水伺候着。你是这里掌柜的，听说你这里也在讲白娘子传奇的故事？是的。你这白娘子传奇的故事是谁给你的？客官，你的意思是？这白娘子传奇的故事是我家官人想出来的，谁允许你在这茶楼里讲了？你是那河底捞酒楼的夏掌柜，失敬，不瞒夏掌柜，这白娘子传奇的故事是我花钱买来的。买来的？对，是个读书人。对了，就是刚才出去的那个人。是他，竟然是那个楚生。夏掌柜认识他？他卖给你故事，难道你不认识他吗？夏掌柜这就说笑了，我问那么多干嘛？你难道不应该问清楚吗？这白娘子传奇可是我家官人想出来的，他偷偷抄下来卖给你，你就买。我为什么不能买？我只是讲故事赚点茶水钱而已，我不管那么多闲事。但你讲的故事是我家官人想出来的，你是在用我家官人的故事赚钱。谁能证明这故事就是你家官人想出来的？你就直接说你是什么意思吧。夏掌柜，我看你今天来的意思，看样子是想要找我算账是吧？那你可就找错人了，我就是买故事而已，那抄录你故事的人又不是我，和我没什么关系。和你没关系？那你现在不是在用我的故事赚钱吗？这是我买来的故事，你说这故事是你的，但我又不是从你这里买的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就和你没关系了？就是和我没关系。行，我们走吧。啊，官人，难道就这样算了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怎么，我自己买来的故事，我难道还不能在我的茶楼里讲了？
当然可以。这就对了嘛，夏掌柜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其实你还应该感谢我才对。感谢你什么？感谢我很够意思，我没将这故事卖给其他茶楼的所属人，要不然恐怕就没有人去你的酒楼吃饭了。怎么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还是你不相信我会这样做？你是在威胁我吗？你也可以这样认为。你们今天来，如果是想让我别继续说这白娘子传奇的故事，那你们想也别想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如果你们没完没了的话，我就把这白娘子传奇的故事卖给其他茶楼，让你们连客人都没有。你敢？小娘子，我为什么不敢？阁下贵姓？免贵姓王，你可以叫我一声王七爷。我觉得叫你王八挺合适。王八是什么？就是鳖啊，就是看起来很像乌龟的那种动物。你敢骂我？我为什么不敢？你这个老王八！本来我今天过来就是看看而已，你拿我的东西赚钱就算了，我也不和你计较。没想到你还威胁起我了，弃我家雨禾！你这个老王八，脑子是被门挤了吗？你别走，你给我站住，你给我等着，咱们走着瞧。官人，你说这个老王八，这个老家伙，不会真像是他说的那样，将白娘子传奇的故事卖给其他茶楼吧？如果他真那样做了，我们怎么办？你竟然在担心这个事情？当然担心啊，难道你不担心吗？雨禾，这白娘子传奇的故事没有那楚生偷偷摘录下来，也会有其他人这样做的。还有，就算那个老王八他不把故事卖给其他茶楼，你觉得就没有其他茶楼的说书人跑到店里偷听，然后记下来，回到自己的茶楼里讲吗？那该怎么办呀？走别人的路，让别人无路可。夏公子，真的是你啊？哦，原来是李小姐啊。夏公子，你这几天忙什么去了？我去了你酒楼2次，都没看见你。那白娘子传奇还讲不讲了？我都快要好奇死了。讲，当然讲啊！我不讲的话，楚大公子怎么赚钱呢？夏公子，你是说楚生吗？他怎么了？李小姐，你和楚公子不是好朋友吗？这件事情你不知道吗？什么事啊？楚公子将我家官人讲的白娘子偷偷记录下来，拿到茶楼去换钱。什么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你觉得不可能，那就是不可能吧。李小姐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楚生那么骄傲的人，他怎么能做出来这样的事情？在宋国，读书人都不屑于做这样的事情，这几乎等同于偷盗了。不行，我得去问个清楚。不错不错，又快攒够1两银子了。这该死的虾人也不知道忙些什么，不去酒楼讲故事，害得我都没有收入了。那老王还天天催我有个屁用啊！真是的。楚生，你在不在？诺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楚生，你是不是偷偷将白娘子传奇抄录下来，卖给茶楼换银子了？没有，哪有的事？是谁冤枉我？确定没有？真是楚生干的？不可能，楚公子不可能做这样的事。诺诺，你要相信我，是谁污蔑我？我和他没完。没有就行，是夏公子说的。什么？是他说的？诺诺，你要相信我，你知道的。那姓夏的他一直都在嫉妒我，他以前也读过书，但没考上功名。诺诺，楚公子，我有些累了，先回家了。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回。这个老王八竟然把我供了出来。谁呀？有什么事儿明日再来。你开门。是你呀？怎么了？我卖白娘子传奇故事，谁让你说出去的？怎么了？难道不能说吗？这是坏我名声，懂不懂？哈哈，你当初偷偷抄录别人故事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有想过坏你名声啊？现在反而诬陷我坏你名声，难道这白娘子的故事不是你卖给我的吗？你很好。
废话别说那么多了，新故事什么时候给我拿过来？你等着吧，价钱好商量。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。夏掌柜，你总算是来了，我们都等你好多天了。各位不好意思啊，最近有点事情没来酒楼，让大家久等了。你知道就好，快点讲白娘子传奇，我都好几天没睡好了，就想知道后面的故事。是啊，这几天火锅都吃腻了，要不是为了听故事，我都不来这了。各位客官先别着急，我今天给大伙准备其他新奇的食物，保证不会让大伙失望。这种食物搭配起来火锅味道棒极了。是什么食物？又有新鲜食物了。对，这种食物叫做饮料，这饮料连赵晓峰、赵公子喝了以后都说好喝。夏掌柜，你这话可当真？这就是饮料？没错，这就是饮料。今天第一碗饮料，我请大伙喝，以后谁还想喝，那就要收钱了。这饮料多少钱一碗？好喝。这饮料叫做烧仙草，各位，这饮料中颜色发黑的就是仙草了，它是对身体大有裨益的，有清热解毒的作用。这饮料也不贵，一碗20文钱。这还不贵？咱们接着上次，话说白娘子做起法术，你把上面的内容都抄录下来。楚公子，抄这些做什么？我自有用处，这个月的月钱给你多加100文。啊，楚公子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我还会骗你不成？但是你每天得帮我这些内容抄录2遍才行。楚生昨天晚上想好了，他要汴京城里每个茶楼都卖一份，几日下来，汴京城茶楼里都可以听见白娘子、小青法海等名字。家兄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大事儿？你知道吗？这汴京城里所有的茶楼都在讲白娘子传奇。所有的茶楼？赵公子，汴京城所有的茶楼你都去过了？当然没有，不过我觉得也差不多了。虾兄，你可得抓紧想办法，要不然来你这酒楼听故事的人就越来越少了。官人，赶紧想办法呀！是啊，虾兄。赵兄，李铁将军传奇，这些茶楼都是怎么弄来的故事？有说。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天机不可泄露，就这样回家了。夏哥，我和狗爷分别去了东城和西城，我一共看了20家茶楼，狗爷看了23家茶楼，他们都在说白娘子传奇，而且每个茶楼的客人都很多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你得想想办法呀。不着急，我们酒楼这几天客人少了吗？没有。那不就行了吗？既然客人没有少，那你急什么？但是你觉得茶楼是在用我们的东西赚钱，是不是？对，官人，我就是这种感觉。茶楼的老王八，你看看他那副无赖的样子，都快要气死我了。这倒是，那既然是这样，咱们就不让他们赚钱了。官人，你有办法了呀？其实我也有个办法。哦，说来听听。下次你讲故事的时候，我就把门关上，让来旺在门口敲锣打鼓，外面的人就听不见了。那个什么楚生，看他怎么在酒楼门口蹲着偷听。怎么了，官人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我觉得老板娘的建议不错。官人，现在外面有许多手抄本的白娘子传奇出现了。哦，手抄本？就是一些人抄录下来，在大街上售卖。官人，这些人太不要脸了，之前卖给茶楼，现在又拿手抄本出来卖。在哪里卖的？咱们去看看。我让狗爷去打听去了，估计一会儿就有消息了。夏公子，老板娘，我回来了。打听到消息了吗？打听到了，我还擅自做主买了一本，花了50文钱。夏公子，这钱这是1两银子，这肯定是那些读书人写出来的，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，写不了这毛笔字。狗爷，这一本小册子50文钱，这么贵？是的，老板娘，正常的价格是40文钱，但是这小册子比较少，有人着急想要第一时间看到，就会高价买最新的一册来看。这不就是追更新吗？什么追更新？没事，好家伙，这楚生不会是组成了一个山寨盗版联盟了吧？夏公子，老板娘就是那个人售卖白娘子传奇。白娘子传奇一册40文到60文不等啊！哈哈哈！官人，你笑什么呀？这个人我认识，他是楚生的书童。楚生的书童？官人，那我们现在就抓这个书童，去找楚生对质吧。对什么？没必要，我倒是有个办法了。哦，什么办法呀，官人？我们把他们抄的书买回来就行了。狗爷有没有兴趣赚钱啊？夏公子，我当然有兴趣啊。狗爷，我有个办法，保证你能够赚到大钱。不过你得把来旺带上。来旺这小子不是一直念叨着要赚钱娶小兰吗？夏公子，到底是什么办法？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将他们抄写下来的书全部都买了。什么？将他们抄的书买回来？是的，但不是找他买。来旺，狗爷，你们俩人现在攒了多少银子？我大概只有2两银子左右吧。我和来旺差不多。哦，狗爷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不会和你借钱的。我大概攒了10两银子。
你们俩人相信我的话吗？当然相信啊，虾哥在我心里就是永远的神。我也相信。那就行，来旺，我借给你8两银子，你们2人一人出10两银子，然后租一个小店铺，租金不能太高。虾哥，你借我银子干嘛？我不会做生意啊，我攒的这些钱还要留着卖臭豆腐娶小兰呢。夏公子，你说的生意，万一赔钱了怎么办？你俩不是相信我的话吗？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，亏钱的话，那算你运气不好。夏公子，我现在在酒楼帮忙就挺好了，你给我的工钱也高，买卖之类的我不做也可以，毕竟我也不会做。狗爷，你确定？到时候你可别怪我没给过你机会啊！夏公子，我还是老老实实做工吧。好，来旺，你呢？想不想试一下？说不定立马就赚大钱，迎娶小兰了。哦。虾哥，做什么买卖？我干！一个非常好的买卖，开一个借书店。借书店？楚生这些人不是抄录《白娘子传奇》在城里卖吗？你开个店铺，找那些买过书的人，将他们看过的书低价回收回来。然后呢？然后将买回来的书以1册书1天几文钱的价格租出去，让那些想看书又嫌书贵的人把这些书借回家看就行了。这也可以，官人，这的确是个好办法。这样的话，那些人就不用买书也能看了。虾哥，万一那些买书的人他们不愿意卖怎么办？为什么不愿意卖？书这种东西看过1、2遍后基本上就闲置了，如果有人愿意以一定价格回收，你们觉得他们会不会卖？肯定会卖啊。万一借走了不还怎么办？那岂不是赔钱了吗？对呀，很简单，有人来借书的时候让他交押金，记录下来他的名字，等他看完以后把书还回来，再把押金给他。如果他不还书，就当他用押金买书了，你不会有什么损失。居然还有这么好用的办法！夏哥，我做这个买卖真的能赚钱吗？我想娶小兰。来旺，我敢保证你肯定会赚钱的。是啊，来旺，你就放心吧，官人说能赚钱，那肯定就能赚钱。官人，那如果来旺开了借书店，楚生他们就不会继续抄录了吗？他们还抄录的有意义吗？这借书店开起来后，买书的人可能就会变成2、3个人了。你说他们辛辛苦苦抄录出来，还能赚到钱吗？可是到时候他们不抄录了，夏哥，你的白娘子传奇故事还没讲完，后续就没人抄录了，这借书店从哪里收书呢？来旺啊，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到时候你可以提高收书价格，比如1册书你回收50文钱，那么自然会有读书人抄录下来卖给你的。我明白了，虾哥，我现在就去找店铺去。对了，虾哥，你会借给我银两的，对吧？当然了，我原本打算这借书店你和狗爷2人开，既然狗爷不愿意干，我就借给你银两开吧。夏公子，我改变想法了，我觉得我和来旺一起做这个借书店就挺好。当然，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，就是想要我就是想帮你教训一下那个楚生。夏公子，你可千万别阻拦我，这个事情我做定了，我现在就和来旺一起去。这家伙还真是不要脸啊！狗爷，你刚才不是说这个生意你不会做的？夏公子，刚才是刚才，我刚才没有想好，毕竟夏公子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还是算了吧。狗爷，我已经和来旺说好了。夏公子，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好不好？刚才都是我的错，我是真的想帮夏公子做点事情。夏哥，就让狗爷和我一起做吧。哦，你确定吗？夏哥，我确定。那好吧，来旺，既然你愿意，那你2人就一起做吧。谢谢夏公子。你别谢我，你要谢就谢来旺。来旺，谢谢你。狗爷，你看这家店铺咋样？走进去看看。2人按照虾人的指点，在街上找到了一家店铺，价格十分便宜，1年只要3两银子。售白娘子传奇故事书，1册20文了。每一册都是20文钱吗？前15册出10文钱，后面5册20文钱。什么？怎么价格还不一样呢？就是这家。这位公子，那些书放在家里为蛀虫，不如便宜卖给我，你还能赚点，再去买新书看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等我下，我这就回家取书。售书了，售白娘子传奇的故事书，名额有限啊，我们再收几册就不要了。狗爷，我们要那么多同样的故事书干嘛呀？这话是王二狗之前让他说的，2人配合演双簧，只不过来旺是太老实了，不如王二狗这的滑头演的逼真，到他表演时显得有些紧张。你说的也对，那这样算了，我们收完刚才那位公子的书就走。我家里也有，你们还要不要？如果要的话，我这就回家去取。算了，不要了，这故事书内容都是一样的，我们要那么多也没用。对了，狗爷，我弟让我帮他收一套白娘子传奇的故事书，我们还得再收一套。我这就回去取书，你们等着我啊。
我家里也有。谁先拿过来就要谁的书，想卖书的赶紧回家去拿啊！狗爷，我刚才的表现还不错吧？非常不错。你说完后，这些人都着急了。那就好，狗爷，还是你的办法好。那是夏公子的办法好。就这样，来旺和王二狗两人一上午就收了几百本故事书。收书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要买《白娘子传奇》吗？我这里有最新的，一册只要50文。太贵了，20文钱我就要。20文钱？你在做梦吧？是不是做梦？你以后就知道了。来旺，我们走。卖书了，最新的《白娘子传奇》故事，一册只要50文。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怎么没人买书了？跟着虾仁的那2个人在收书，他们这是要做什么？不知道。各位客官，大家以后可以在家看《白娘子传奇》的故事。虾掌柜什么意思？在哪里可以看到？从这条街往东走，有个虾哥借书店，那里可以借《白娘子传奇》的故事书，一天只要3文钱。借书店那里可以借书看，看一天只要3文钱，这么便宜？那我如果拿回家抄下来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借书第2天还回去就可以了。各位，这借书店每天下午河底捞酒楼打烊后才会开，具体怎么借怎么还，请询问我们的王管家。各位客官，到时候在借书店里具体详谈吧，请进，请进。借书店完了，肯定不会有人买书了。楚公子，请进啊！这借书店是你想出来的吧？是啊，楚公子，你觉得这个借书店是不是很好？好你个头，你这个奸商！楚公子，你可以继续抄《白娘子传奇》啊？什么？借书店里还需要书啊？只要你想，你还是可以抄录卖。你的意思是我抄录下来，然后卖给借书店里吗？没错，只是不会需要太多，但你放心，我会给你一个合理价格的，毕竟你们读书也需要银子的。我考虑考虑。别急，排队拿书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王二狗和来旺将押钱拿书的方法告诉众人，众人一听就明白了，押钱拿书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几百本故事书全部都被借走了。来旺，你知道我们到明天能赚多少银子吗？多少银子？多少？狗爷，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你放心吧，我可是算3遍，肯定没错。夏公子真是厉害啊，随便一个主意就能让我们赚大钱。夏公子，好像是楚生，他来做什么？走，我们出去看看。夏公子，我想好了，以后给你的借书店抄书，这是我刚抄写出来的最新一册《白娘子传奇》，请你过目一下。楚公子，你难道以前抄写的时候也是这样晦涩难懂吗？都是这样写书的，言简意赅，用极少的文字表达意思。对，我知道，但你要按我说书的方式来写，虽然用字数比较多，但是每个人都能够看懂，明白吗？那样是不是太俗了？什么叫俗？什么叫雅？你懂吗？大俗即是大雅。这样吧，之前和你一起抄书的人，他们是不是也想赚点银子？夏公子，你说的是王秀才他们吗？对，我想到了一个让你们赚钱的办法，你想不想听听？啊，夏公子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，你会画画吗？作画，不瞒你说，我对于作画也是有些经验的。怎么，会画画很了不起吗？那你现在给我画一幅画吧，就画一下我家娘子。没问题。足足画了1个时辰，楚生才总算画完了。请过目。太慢了，夏公子，我这速度已经很快了。虾仁将后世小人书的插画风格和楚生讲了一遍，然后和楚生确定了合作方式。楚生和他的读书朋友负责画小人书，虾仁会进行收购，并且每借出1本给5文分红。谢谢。没关系，大家有钱一起赚嘛。那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这白娘子传奇故事的人物形象吧。秋去冬来，年关将至，每天河底捞吃饭的人很多，来旺和王二狗的借书店的生意也异常红火。雨禾还没有睡，看样子这傻丫头一直在等自己啊。官人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外面冷不冷？冷，但是我想到你，心里就热乎乎的，一点都不觉得冷了。官人，你莫要逗雨禾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是我们早点休息吧，娘子，我们休息吧。好。奇怪，今天老板娘和虾哥2人怎么还没起来？你问这么多废话干嘛？这种事情也是你能询问的吗？狗爷，为什么我不能问？你个小屁孩，你懂个屁！但是今天酒楼不开业了吗？官人说了，新年放3天假。狗爷，来旺，这是你们2人的月钱，今年辛苦你们了。这么多？官人说了，今天是新年，再加上平时你们2人很辛苦，多出来的钱就算是新年的奖金了。谢谢老板娘，谢谢夏老板。对了，老板娘，那借书店这几天还开门吗？那得看你们了，官人不管这个事情。好的，我们知道了。这几天放假，
你们自由安排时间吧。来旺啊，我是这样想的，你在看什么呢？你乱看什么呢？老板娘也是你能够乱看的。狗爷，我可没有偷看老板娘，我就是觉得老板娘今天好像有些奇怪。哦，奇怪？哪里奇怪了？我怎么没发现？老板娘今天的发型有些奇怪，她的头发好像是盘起来的，我记得她以前从来都不这样呀。盘起来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哪样啊，狗爷？等你什么时候娶了你的心上人，你就明白了。来旺啊，今年攒了不少银子了吧？是不是能说亲了？还早呢。夏老板在家里吗？原来是楚公子啊！我家公子昨日很晚才回来，现在还在休息呢。你有什么要紧事儿吗？夏老板之前让我画的画册，我已经画好了。今个儿过来是给夏老板过目的。哦，这么快，快拿来给我看看。这合适吗？楚公子，这画册可是要放在街书店里的，我看看怎么不合适了。狗爷，给我也看看。这是白娘子，王管家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漂亮吗？漂亮。楚公子，这白娘子怎么和王夫人这么相似呢？王管家果然好眼力，这白娘子的形象就是以王夫人为原型，略微改动了一下，这是夏老板提出来的。狗爷，你还别说，这才是白娘子该有的模样呢。狗爷，你快看，你看这个小青像不像老板娘？小青就是按照夏夫人的模样来画的。王管家，你再往后翻，还有以你为原型的乌龟首领白虎。哈哈，狗爷找到了，在这里。狗爷，这果然和你特别像啊。挺有意思，的确很像。王二狗和来旺两人用了半炷香的时间，就将小册子从头到尾翻看了一遍。楚公子，这也太少了吧？王管家，我们是要往出借书的，多借一册，不就能多赚点银子吗？有道理，果然还是这些读书人的画肠子多啊。狗爷，我觉得这个画册真的是好看。我认识的字不多，但是看这些插画，再加上一些旁白，我居然也能看懂了，真好。原来是这样，我才明白夏老板为什么要让楚公子做这样的画册了。之前的那些故事书，只有读书人才能够看懂，像我们这样识字少的人根本就看不懂。但是现在这样的画册不同了，我们也能看懂。没错，就是这样的。夏老板早。不错，就是这样。你们一天能画出来多少册？我们7个人，一天大概可以画出来30册左右。这个速度有点慢，不过时间久了，画的熟悉了，应该就可以快一点了。先将主要人物形象画出来，这样的话速度就能提升不少。还有，你们先集中将白娘子全部的故事内容先完整的画出来，后期进行临摹，这样速度很快就提升上来了。夏老板说的没错，我回去就和王秀才他们说一声，就按照这方法办。夏兄，今年你怎么也不出门去玩啊？你们是在商量什么事情啊？咦，来旺，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东西？给本公子看看，这是白娘子传奇吗？妙啊，居然还有画册可看。你别在这里一惊一乍的行不行？咦，这白娘子真是漂亮，只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么眼熟呢？夏兄，这东西是你想出来的吧？这叫什么？这叫小人书。小人书，妙，这个名字妙啊。夏兄，这小人书是谁画的？哦，是楚生画的。楚生，赵公子，是我画的。是你画的，那可太好了，把我画上去，怎么样？好，这。赵兄，目前没有适合你的人物角色了。什么？为什么没有我？我看这小青分明就是雨禾的模样，还有这白娘子，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她应该就是明珠才女王夫人吧？还有这个五鬼，不就是她吗？凭什么不给我安排一个角色？这个要不然你们两人去商量一下，我可做不了主啊。走，我们回屋里去吧。官人，不行。有什么不行的？你我是夫妻啊。反正不行，会让别人听见的。哎呀，你讨厌。狗爷，来旺，晚上咱们一起吃年夜饭。真的吗？谢谢夏公子。夏哥，年夜饭能不能给我做份臭豆腐？我想吃。好，晚上让你吃个够。过年啦！要一起过年啦！张灯结彩春节啦！平日里大家辛苦了，这杯酒是我敬大家的。刚出锅的饺子，大家尝尝。夏老板，谢谢你对我的帮助，我敬你。哇，好多好吃的，我要吃光臭豆腐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官人，我们出去走走吧。今天过年，街上可热闹了。今天过年，汴京的街道上此刻要比往常热闹许多，到处都是出门游玩的人了。官人，你笑什么？你又笑话我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是觉得你很可爱。有吗？当然啊。我哪里好了？我就是觉得采雪挺好玩的。官人，我们不如去东湖吧。
也不知道东湖被冻住了没有。如果被冻住了，那就好玩了。走，咱们去看看。东湖算是汴京城里为数不多的一个景点，至于那些凉亭之类的，在这个时代的人看来，并不算是什么景点。当年据说那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在那里相遇的。官人，你听，他们在说白娘子呢。我听见了。自从虾仁将西湖改为东湖以后，随着白娘子传奇故事的发酵，东湖现在在汴京人眼里，俨然变成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景点。雨禾，虾公子，王夫人好。王夫人，你怎么也来这里了？这不是过新年吗？在家里闷得慌，出来走走，也不知道去哪，就想到这东湖了。快点，你用力推我。呵呵，赵公子还是这么有趣。赵兄，咦，虾兄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也是来滑冰来的吗？这样滑冰不如坐个冰车有意思。冰车就像是马车那样吗？但是马不能在冰上拉车，会摔倒的。冰车就是专门滑冰用的东西。于和，你想玩吗？好啊。那我们走，找个地方去坐冰车去。虾仁带着众人来到之前订做火锅的那家铁匠铺，将自己的要求告诉了铁匠。这简单啊，这东西不就是等于没有开印的刀印吗？就是要有一点弧度，对吧？就是这样，多久能做出来？最多1个时辰。那就行，我们一会儿来取。从铁匠铺出来后，一行人又来到了木匠铺。虽然用铁也能做出来冰车，但这年代的焊接工艺水平比较落后，所以虾仁觉得还是找木匠来做几个简易冰车算了。不过就是一个木头小板凳，下面再钉上一根木条而已。虾兄，这就是冰车吗？这怎么用？还得去铁匠铺一趟。这下面的木条上再加上我刚才让铁匠打造的冰车刃，就可以在湖面上滑冰了。妙啊！马之所以上了冰面会打滑，就是因为马蹄上的脚掌是铁做的，而铁这种东西在冰面上很滑溜。虾公子的想法果然是有异于常人，总能另辟蹊径，想到大伙想不到的地方去。看来官人之前那次昏迷真的是一件大好事。以前的官人就是一个书呆子，什么都想不到。自从那次昏迷醒来以后，官人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几位客官，你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呢？来到铁匠铺以后，虾仁要的东西已经做好了。旋即，铁匠按照虾仁的要求，将这几根像是有些类似于刀刃，但是并没有磨光开刃的铁条，镶嵌在木头板凳下面的木条里。不错，就是这样的。交了银子以后，几人拿着这简陋的冰车来到了东湖旁边。官人，这冰车怎么玩？你往前面坐点。官人，你要干嘛？带你滑冰啊！你看，要这样滑。原来这东西是这样用的，哈哈哈，好玩好玩，有趣有趣。转眼间已经到了晚上，鹅毛般的大雪再次开始降落，一下就是5天5夜。此刻的汴京城遭遇了100年难遇的雪灾，许多房屋被积雪压垮，到处是一片雪白，大雪将道路覆盖，一脚踩下去能够没到膝盖的位置。狗爷、来旺，你们2人辛苦了。夏哥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夏公子，酒楼今天开业吗？咱们先去集市看看，如果集市有人卖菜，采购一些，我们就能开门了。夏公子，我和来旺去集市看看，你和老板娘先去酒楼吧。去酒楼的路上，尽是被雪压垮的房屋，以及躲在屋边瑟瑟发抖、生火取暖的人。官人，这样的天气，估计没有人出来吃饭吧？开门做生意嘛，不能因为没有人就不开门了，那样的话，时间一久就没有顾客了。掌柜的，能不能行好，给我们一家人一口饭吃啊？哪怕就算是剩饭或者稀粥也可以，求求你们了，好吗？掌柜的，求求你们了。使不得，使不得。于和，你烧点热水。好的，官人。大哥，你们一家人进来坐吧，外面太冷了，你们先坐着休息，我给你们准备食物。谢谢掌柜的。夫人的大恩大德，我们永世难忘。狗爷、来旺，你们2人过来。夏哥，外面那些人都是干什么的？怎么看起来不像是来吃饭的客人啊？像是逃荒的。你们2人别废话了，快去切肉，给他们熬点肉粥喝。夏公子，其实白粥就可以了，这些人是没有钱的。我知道，别废话，让你熬肉粥就熬吧。夏公子，有话就说，吞吞吐吐的干嘛？夏公子，这汴京周边10里8村受灾逃过来的人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，至少有5、6千人了。如果你现在给他们喝肉粥，到了下午很有可能就是几千人在酒楼门口围着了。咱们的酒楼的确是赚钱，但是这家业再大也抵不了这么多张嘴啊。我知道，但是现在外面这么冷，如果只是白粥的话，他们未必能抗住多久。夏公子能抗住的都是一些下人，命贱也命硬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什么下人，什么命贱？夏公子，我没有看不起他们的意思，其实就是这样的。单凭你一个人的力量，是根本没办法赈济这些灾民的。官府不会坐视不管的。我知道了。
先烧水熬粥吧，羊肉就少切一点，切得碎一点，有点油水，有点肉味就行了。这样的天气，没有油水下肚的话，恐怕晚上就要命了。就这么说话的一会儿时间，酒楼外面都已经被人挤满了，都是冻得鼻青脸肿、拖家带口的灾民。虾仁想起来了一句话：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到一个人的身上，那可能就会变成一座压垮他的大山。官人，我有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。你说。我想雇几个人在酒楼里帮忙，你看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呀，这事儿你自己看着办就行了。官人，那可不行，你是这一家之主，我做什么事情都得和你商量，经过你同意才行。5、6个人吧。这么多，能用得了那么多人吗？生意太忙了，多雇些人，大家也不用那么累。我打算开连锁店，以后雇的人只会越来越多的。连锁？官人，什么是连锁？以后你就知道了，先招人吧。好吧，官人，我这就安排狗爷找几个人来做工。你这臭小子，是不是又想小兰了？怎么要打算去提亲了吗？我想再过段时间。他家人以前一直都看不起我，认为我没有出息。现在好了，跟了虾哥以后，我也赚到银子了，一点也不比那些读书人差。我看他们家人还会不会小瞧我？来旺啊，好好干，等你成婚那天，狗爷我给你随份大礼。对了，狗爷，老板娘说要找人做工，我把小兰介绍过来咋样？哟呵，来旺啊，没想到你变聪明了啊，这是包在我身上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王二狗按照虾仁的要求给河底捞招来了6个年轻貌美小姑娘来店里做工。他们具体的工作和后世某底捞员工一样，在虾仁的安排下，王二狗摇身一变成了河底捞汴京总店的店长。而我们的虾掌柜每天任务就是在汴京城中闲逛，寻找出售的酒店筹划分店。怎么了，赵兄？小人书开始发行了，借书店里一本都没有了，都被人借光了。你下次给我留一套，让我先看看啊。虾兄，你这样可不够意思啊。赵兄，你想不想赚银子？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很简单啊，你想不想赚钱？想不想发财？不想。啊？为什么？我又不缺钱花，为什么要赚钱？我爹的俸禄足够我们一家人花销了。好吧，看来啃老不单单是新时代才有，而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有。不过像是赵晓峰这样理直气壮的啃老，倒也无可厚非。谁让他投胎投得好呢？虾公子，赵公子，王夫人好。王夫人，上次你帮我写字，我还没感谢你呢。什么时候要是有空了，去河底捞酒楼吃饭啊？我请你，不要银子。那好啊，那要不然就今天吧，怎么样？白娘子，你就是白娘子吧？走开，这是我家夫人。你是五鬼中的白狐吧？没错，你是白娘子身旁的白狐。又遇到神经病了。你走吧，再不走我就报官把你抓走了。白娘子，你是不是白娘子？你认错人了，虾公子，你是不是还有事情没有忙完？我还要再走走看看。那好，那我去酒楼等你。白娘子，你等等我，你用法术看看我前世是做什么的。没错，她还真像是小人书画的那个白娘子啊。难道她就是白娘子真人？说不定啊，那她是蛇妖。这么漂亮的蛇妖，累死我也心甘情愿啊。你滚吧，你以为你是许仙吗？公子，请你自重，你要是再追过来，那我们就要报官了。你让开。王夫人去酒楼等我了，肯定是和这个事情有关系。虾兄真是奇怪，为什么没有人认出来我？什么意思？什么认出来你？那白娘子传奇的小人书上也有我，为什么他们只能认出来王夫人而认不出来我呢？这你得去找楚生了，估计是他把你画的不太像吧，所以没有人认出来你。有道理，我得去找那家伙算账去。你先别走，还得去其他地方看看，帮我找找有没有酒楼出售。出售的酒楼？虾兄，我知道一处酒楼，老板年迈，打算归乡养老，他的酒楼正在出售。赵兄，这酒楼在哪里？在东湖旁边，跟我来。虾兄，就是这里了。醉月楼，走进去看看。掌柜的，我听说你这醉月楼要出售，是吗？哎呀，这位公子，您消息真灵通，确实如此。我年纪大了，打算回老家养老，这才打算将酒楼转让出去。你打算卖多少钱？公子，我这酒楼地理位置优越，在东湖旁边，生意很好，我打算卖500两银子。500两，这似乎有点高了。我看这酒楼虽然不错，但也有些陈旧，需要翻新。我最多出250两。公子，您这价格可真是难听。这样吧，400两如何？400两还是有点高。这样，我出300两，另外我再给你50两，作为你回老家的盘缠，如何？公子，您真是会做生意。好吧，就按您说的，300两加上额外的50两盘缠，醉月楼就是您的了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
明天我们就过来立字据。老爷好。大家好，王夫人。虾公子，那白娘子的事情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这几天只要我一出门，就总有些人冲着我喊白娘子？估计是大家觉得王夫人你的气质和相貌跟白娘子很相似吧？哼，你还装？雨禾刚才都已经告诉我了。王夫人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还问我做什么啊？其实这都是那楚生搞的鬼，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才不信呢，这主意肯定是你出的，对不对？此言差矣，王夫人，那是因为你长得太漂亮了，所以楚生才会拿你来当做白娘子的人物形象。油嘴滑舌，这事你说吧，怎么解决？我都不敢出门了。官人，我也是，今早我去集市买菜，一堆人围着我，喊我小青，要不是来旺拦着，我都回不来了。这样吧，王夫人，过几天我送你一份礼物，就当是补偿，绝对让你满意。哦，虾公子，这可是你说的。礼物备好后，我让狗爷通知你。苏老板，这是350两银子，您数一下。没错，是350两。那咱们就立字据吧。恭喜虾掌柜，这酒楼以后就是你的了。苏老板，这是打算回乡了吗？是的，年事已高，经不住折腾了。虾掌柜，保重。保重。拿什么礼物给王夫人作为补偿呢？有了，老板，我定做一套衣服，按照这样式做，能不能做？公子，这套衣服很是漂亮，可以做，但是需要3天时间。3天嘛，可以。多少钱？3两银子。那行，做好后麻烦掌柜的送到河底捞酒楼，这是1两定金。原来是夏掌柜，那我3天后我亲自给您送去。那就麻烦了。夏老板，我今日估摸了下，店里装潢一事大约1个月左右便可完工，你看是不是先把开张的日子给定下来？这个就你和雨禾商量着办吧。还有，我看我们酒窖里的酒可不多了，得先把酒准备好，免得到时客人来我们店连酒都没得喝。不知你是打算直接到酒屋去买酒，还是去曲苑买酒去？酒区酒，这个我倒还没有想过，你先跟我说说这里面的行情。宋朝实行的是专利确酒政策，对酒类实行专卖，称为确酒，也就是严格限制民间私酿私卖酒类，由朝廷专卖，独享其利，百姓们最多也就是喝点汤而已。坑爹的这事，简直坑到他外婆湾里去了。不行，我们若是也这样弄，那还赚个屁的钱啊！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哼，自己酿，去 TMD 狗屁官取。夏老板，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！如今官府正在严查私自酿曲者，若是被抓到，那可得坐牢啊！早些年还会被处以极刑，这绝对使不得。这世上还就没有什么使不得的。狗爷，你给我记住，这世上有一种人的话是绝技不能相信，那就是政客，也就是那些当官的，甚至是皇上。夏老板，这些话可切莫与他人说。这我晓得，凡是政客说的话，你首先得看有没有关乎自己利益，若是没有，全当狗屁。虾哥，进来。狗爷，你也在啊？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我刚才发现来旺躲到厨房里偷酒喝，我管不了他。哦，小兰说的可是真的？你小子想喝酒跟我说便是了，用得着去偷吗？虾哥，您是不知道，他还往酒壶里倒水。来旺，你为何要往酒壶里倒水？我是怕被你们发现，所以才这么做的。虾哥，我知道错了。你这家伙倒是变机灵了，这次就算了，下次可不要这么做了。好好的一壶酒都让你给糟蹋了。以后不准喝酒，听见没？知道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哦，对了，来旺，明天你就跟着田大叔去分店帮忙装潢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小兰啊，你也别笑，等我忙完手头上的事，我就会检验你跑堂和管理能力，到时候分店开业还需要你当店长呢。我会加紧和狗爷学习的。好吧，就这样了，你们先出去吧。这个来旺往酒壶里倒水，还以为能隐瞒过去，若是别人一喝，发现酒变淡了，这不就露馅了吗？也就他想得出来，往酒里倒水，酒味就会变淡。对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酒曲低度酒加水变淡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怎么办了。什么怎么办？狗爷，你明日帮我准备些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果酒，还他娘的官曲，见鬼去吧！奇怪，官人，狗爷怎么还没来上工？早来了，狗爷今天可有得忙了。我今早听狗爷说，官人准备亲自酿酒。如今店里只剩下几百斤酒了，到时分店开张，这点酒肯定不够用。既然酿酒，你为何又让狗爷去买酒？于和，这个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好吧，官人。哦，对了，听说你挑选了20个难民来河底捞当酒保。狗爷这汇报工作也忒迅速了吧？对啊，夫人莫不是觉得有什么不妥？不是，我觉得这样做很好，
那些难民也十分可怜，可惜我们能帮的也只有这么多了。对了，你一下子招来这么多人，这房间恐怕不够吧？哦，这个我和狗爷已经商量好了。接着，虾人又将如何安排他们住下的计划告诉了雨禾。如此算来，似乎房间还是不怎么够用啊。这我也没办法，如今汴京的房租这么昂贵，我们现在哪有闲钱去租房，只能让他们将就着住吧。哎，也只能这样了。虾哥，这是啥酒？名字我倒还没有想好，不过既然是新品种酒，应该得取个能叫得响的名字，我看就叫天下无双吧。天下无双，尝尝看，我可以喝吗？当然，喝就是了。好啦，虾哥这酒真好喝。夏掌柜在吗？恁订做的衣服好了。夏掌柜，这是你订做的衣服，恁看看。很好啊，这是2两银子，麻烦你了。夏掌柜，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。好的，慢走。来旺，你去王夫人府上一趟，通知王夫人，就说我给她准备的赔礼到了。好的，虾哥，我这就去。虾公子，雨禾。咦，王夫人，几日不见，你又变漂亮了，想必一定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吧？雨禾，你这是哪的话？王夫人可是白娘子，再过个7、80年，夫人还是这般漂亮。你休得乱说，雨禾，这衣服是用来干什么的？王夫人，这是官人给你的赔罪礼物。雨禾，你带王夫人换下衣服，试试合不合身。好的，官人。虾公子，你看行吗？行，简直太完美了。对了，王夫人，过阵子河底捞分店开业剪彩。剪彩？虾人当即便把剪彩的内容与王夫人说了一遍。这是你想出来的？王夫人，你那天要来哦。还有我的份。汉，你们这些大牌明星不来，那老子费这神干什么？当然，这剪彩仪式怎么能少了你这位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大才女了？哦，对了，我还有样东西忘了给你。这是什么？会员卡啊，上面不是写着吗？我知道。你知道还问？我是想问这会员卡是用来干什么的？哦，这会员卡的用处可大了。首先，持卡者才有资格吃本厨师亲手做的菜。其次，每当我研制出新菜式，持卡者尝试免费的哦。但是，若你还想再吃的话，那就得收钱了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你这张至尊会员卡可是独一无二的。我只准备了一张，拥有此卡者不仅能够享受我前面说的那2条待遇，而且本店对你永久免费。听清楚，是永久免费哦。当然，只限你一人。永久免费？为什么？王夫人前些日子给你添了不少麻烦，这也是给你的补偿。你以后可得多叫些朋友来河底捞吃饭哦。就知道你没这么大方。对了，方才听你所言，似乎还有其他的会员卡。当然，除此之外，我们提供普通会员卡、黄金会员卡。那一定很贵吧？不贵，一点都不贵，1文钱都不要。什么？1文钱都不要？当然，不过若是想办理普通的会员的话，那必须得一次存30贯钱到卡里。至于黄金会员，那就得60贯，钱还是你的，只不过是暂存在我们河底捞罢了。你以后吃饭可以直接拿卡付账，而且持卡者来河底捞吃饭也有一定优惠，绝对物超所值。谢谢，放在桌上就可以了。你又准备干什么？这也是准备剪彩用的吗？这跟剪彩没啥关系。小兰，文房4宝伺候，走去书房，还得劳烦王夫人代笔。你打算写些什么上去？写几幅对子而已，很快的。这第1幅嘛，就写画上荷花和尚画。这是你想出来的吗？抄的，这我哪想得出？这上联不管是顺着念还是倒着念，读音都一样，实在是难对。不知这联是何人所作？这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据说是一位姓唐的才子出的。反正我是上茅房的时候看到有人把这联刻在门板上，便借来用。这第2联就写寂寞寒窗空守寡。搞什么？王夫人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联可不是在说你，我另想一联，另想一联。无妨。这第3联就写烟锁池塘柳。这3联你都是从哪听来的？不是说了吗？在我家乡的公共茅房抄来的。信你才怪。王夫人，你可想出下联来了？且慢，且慢，王夫人，我知道你才华横溢，但是我还得靠着这3联吃饭，麻烦给条活路行不？千万别对出下联来，就算有，也放在肚子先存着，等过上10来年再拿出来。什么过上10来年？你分明就是知道我对不出，才故意这么说来气我。你对不出嘛？嘿嘿。那真是太好了，害我白担心一场。王夫人，这3联可是咱店的镇店之宝，有了下联，也千万别跟人说，就跟我一人说便行了。放心，我对不出。莫非你也想利用这3联来吸引客人？切，像咱这种高品位的人，岂会跟那般肤浅？实话跟你说，这3联其实也就是个引子，他们背后隐藏的3道绝世佳肴才是关键所在。
3道绝世佳肴。不错，这3道绝世佳肴乃是我们虾家先祖所创，距今已经失传了很多年。最近也是雨禾在打扫房间时，无意间发现这3道佳肴的菜谱。官人，什么菜谱？我看什么3道佳肴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吧？那这3联和你的那3道绝世佳肴又有何关系？每一联背后都隐藏着一道菜名，若是谁能对出其中1联，便有一道菜名公诸于世。当然，若是想要吃的话，那还得花银子。难道对出下联者才只能看到菜名？不错，我们是开酒楼的，又不是开善堂的，吃饭当然得付钱，这有什么不妥吗？想必价钱肯定也不便宜吧？这个到时自然见分晓。王夫人，你还是莫要再问了，再问下去，他也不会说的。还是雨禾懂我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装潢后，终于迎来了河底捞东湖分店开张的日子。虾哥，老板娘找你。小兰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到厨房里不要这么横冲直撞。我知道了。你们几个给我加紧做，我去就回。官人，今日辛苦你了。自己的生意辛苦一点算不了什么。雨禾，今天我恐怕得一直待在厨房，外面的事就全得拜托你和狗爷了。好的，官人，等下的剪彩仪式我再喊你。那剪彩仪式无非只是一个噱头，不用那么紧张。好。雨禾，我回厨房了。恭喜你了，雨禾。小兰，给王夫人倒杯茶。对了，雨禾，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都在传河底捞分店开张的事情，什么剪彩、鸳鸯锅、天下无双，已经传得神乎其神了。这些消息到底是谁传出去的？还能有谁？就知道是他，这也就算了，他为何还说什么白娘子和小青届时也会来当什么剪彩仪式的贵宾？真讨厌！嫂子，王夫人，赵公子，好久不见，你也是来参加剪彩仪式吗？是啊，本来不想来的。虾兄送我张黄金会员卡，我就勉为其难参加了。50未到，河底捞面前已经围满了人。哇，那不是咱东京第一才子赵公子吗？真的好帅啊！白娘子，真是白娘子啊！哇，那女子就是河底捞老板娘吗？好美哦！咦，那个戴草帽的公子是谁？好帅哦！该死的3根毛，谁让他上台的？真是大煞风景。年纪轻轻，头发没了，胡子倒是不少。剪彩现在开始。各位朋友，各位父老乡亲，大家好！今日是我们河底捞东湖分店开张的大喜日子，为了报答大家的厚爱，我们制定了最优惠的政策，欢迎各位朋友光临惠顾。5日之内，凡在小店消费满10贯钱，便可获得返券1张，价值1贯。此券不可做现银使用，但可在店内任意消费。另外，小店还推出了各种优惠套餐。这主意也是他想出来的吧？雨禾，恐怕过不了几年，河底捞便可成为汴京第一酒楼了。这些我倒不敢想，我只求能和官人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。欢迎光临河底捞，这位公子这边请，这位员外楼上请。只要客人一进到店里，马上就会有一位酒保引领着他们找位子，服务是相当周到。那些客人都没反应过来，便已落座了。客官，我店里的鸳鸯锅有河鲜汤底、羊肉汤底、狗肉汤底，一个只需60文，还免费赠送1碟猪肉。客官，我们河底捞为了更方便您们能来小店用餐，最近还推出了会员卡，有普通会员卡和黄金会员卡。客官，这是小店的菜单，你看看你需要些什么。菜单除了酒以外，竟没有一份菜超过100文。像河底捞这种规模的酒楼，菜的价格竟然会如此廉价，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这价格真实惠。那20个从难民堆里挑选出来的少女，已被虾人训练的举止大方、彬彬有礼，能说会道。不一会，便把这群客人忽悠得晕头转向。而且，虽然客人越来越多了，但是里面的秩序始终有条不紊，看不到一丝慌乱。每个酒保的脸上也始终保持一丝微笑。这些酒保的举止动作虽然奇特，但是客人们看着感觉非常舒服，虚荣心也得到了满足。就连平时喜欢将酒保呼来喝去的那些公子哥，面对河底捞的酒保，也变得谦谦有礼。你们快看，那是什么？此真乃绝对也。早闻王夫人乃汴京大名鼎鼎的大才女，不知心中可否已有下联？若是我能对出，早几日前就已经对了出来，又何必等到现在？王夫人，但不知这3联是哪位大学士所出？这3联正是我家官人所作。好，不知这3副上联为何挂在这里？还有那3块木板又是何物？那红布下面写着的乃是3道菜名。菜名？不错，这3道菜乃是虾家先祖所创，已经遗失了数十年，我也是近日在无意中发现的。官人为了尊重先祖，故此出了这3副上联。若是谁能对出其中1副对子，就将会有1道菜名公诸于世。原来如此，
虾哥，你听听，外面好像来了很多客人。这不关你的事，你现在只要把你手中的活干好就是了，其他的事用不着你操心。哇，这酒好漂亮啊！嫂子，为何我们这酒壶和其他人的不一样？其实天下无双只是一个系列名，其中包含着8种酒，他们喝的是小店今日推出的清奈酒，明日小店还会继续推出金梨酒等等。而这木酒壶里面的是天下无双的最上等的酒，名为绝世无双，目前还不会对外出售。绝世无双，不愧为绝世无双，好酒好酒，竟有人竟然能酿造出如此美酒，想必也是爱酒之人。这酒是我家官人亲自酿造的。哦，原来是虾兄酿造的，难怪难怪。张兄，我方才听那酒保说，这天下无双一共包含8种酒，我们现在喝了只是其中的清奈酒，可是为何这酒不仅有清奈味，好像还有一股甘蔗的甜味？不错，我还尝出了有别的味道，那可真是鸡了。咱们再找个酒保问问。我早都问了，可是他们也不知道。这一次，虾仁没有像海底捞第一家店开业那样，只弄来那么100-200份，他可是准备了足够的材料。海底捞分店的火爆生意也延续了一整天，一直到3更时分，最后一座客人才离开。早点回去休息，回去一定要洗澡，个人卫生习惯得从小事做起。狗爷，咱们每天都在做生意，你天天算也算不完啊！回去早点休息吧。就算完了，就算完了。得当我没说。雨禾呢？回去了吗？啊，没呢，在后院库房查点剩余食材呢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了，我先去找雨禾了。官人，客人已经走完了吗？今日累坏了吧？我又没做什么，招待赵公子他们，也有王夫人在一旁帮忙。比起你和狗爷来往来说，实在是算不了什么。对了，王夫人什么时候走的？吃过晚饭再走的。哦，官人，有件事我忘了跟你说。什么事？就是赵公子还有王夫人走的时候，我一人送了1瓶绝世无双给他们。很好啊，这是应该的。想不到夫人，你原来这么会做生意。这1瓶酒送出去，可能换回来更多的客人。看来过不了多久，这汴京第1女强人的称号非雨禾莫属了。官人，你又胡说什么？什么女强人？别让人听了笑话。老板娘，夏公子，你们可知咱们这一日的收入是多少吗？多少？足足1345贯啊！这么多？哪有这么多？狗爷，你是不是把会员卡卖的钱也算了进去？咱们今日一共卖出了10张黄金会员卡，20张普通会员卡，是吧？这里面一共就有1200贯。狗爷，你要知道，这1200贯只是客人存在咱们这里的，还不是完全属于我们。除去这1200贯，剩下的145贯还要加上今日客人用会员卡消费的银子，大概也就是200贯左右。3副千古绝对，3道虾家祖传无名佳肴，1壶天下无双，1道鸳鸯锅，1名惊人虾仁。如今的海底捞可谓是人满为患，一锅难求，门槛都快被人给踩烂了。为此，虾仁店门外又摆下了5张桌子，以求能够接待更多的客人。但是这还远远不够。不但如此，那些大富豪、一品大官每天都派人来海底捞订上一桌火锅宴，日进斗金。用这4个字来形容如今的海底捞，那是再贴切不过了。而虾仁的名气成为了汴京第1厨师。现在汴京城都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：嫁夫当嫁虾掌柜。在王二狗的教导下，小兰也学会了跑堂算账。有了小兰相助，那王二狗登时感到轻松了许多。如今他可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账本里面去了，几乎天天都抱着账本入睡。来旺和新招来的厨子也都已经进入了状态，虾仁也没有像刚开张那般辛苦了。各位看官，本剧到这就完结了，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陪伴，下一部剧再见了。各位官人，再见。